男人每天练习打靶10万次，并且次次都会完美命中靶心，但就是这个枪神一般的存在，竟在一次弹药爆炸中失去了双腿。可军方的赔偿并不足以支付高昂的手术费，所以在他住院期间，这里的大部分费用都要靠母亲一人承担。落得如此境地，江毅很是不甘，但又无能为力。最终，他决定去玩最近火热的虚拟现实游戏赚钱。他刚一戴上头盔，浑身就有一股寒意袭来，接着就被传送到一个蓝色的空间。随着白光一闪，一个穿着黑丝的 NPC 出现在眼前。还在光着身子的江毅顿时炸了毛，可 NPC 却已经是见怪不怪了。随后便给江毅的角色初始化，紧接着江毅就来到了游戏世界。他活动了一下手脚，竟发现这游戏出奇的真实，这让在现实失去双腿的他很是兴奋。他激动地绕着小镇跑了3圈，没想到竟意外解锁了越跑者成就，这也让他更加来了兴趣。他来到一处道场的门前，里面的玩家用木棍劈着木桩，这让一旁的江毅也很是手痒，在辅助攻击的加持下劈了上去，木桩应声倒地。接着他试着关掉辅助攻击，把这里当作现实世界，全力向着木桩砍去，木桩瞬间化为一堆碎屑，他和其余玩家都傻眼了，周围的小白们瞬间对他顶礼膜拜，弄得江毅都不好意思了。随后系统便提示他已经掌握基础技能，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了。接着他又被传送到 NPC 面前，开始选择自己的武器和职业。看着琳琅满目的武器，江毅立刻犯了选择困难症，但想到这类游戏的 T0一般都是法师，于是他决定选择了一把法杖。可就当他要拿起的时候，在他的视线里竟多出了一把枪，随后他便毫不犹豫地抓向了枪。他摆弄了2下，很是满意，接过系统发来的装备和弹药，他先开始放入火药，接着装填钢珠，最后再将钢珠推时，他发现这枪身不仅很重，甚至就连装弹都得1分钟。不过还是得先看看准头，他开枪向远处射去，等开枪的烟雾散尽，他看见40米外的靶子还是完好无损。此时一旁的 NPC 提醒道，这火枪距离目标超过10米，命中率仅有 50%。 不信邪的江毅又要重新射击，可过了1分钟他才装好弹药。此时的他彻底绷不住，他询问 NPC 有没有别的远程武器，随后2支弓箭便展现在他的眼前。相比之下，他手中的火枪就犹如玩具。 NPC 还解释到这是为了游戏公平。江毅思索一番，决定先下线去网上搜攻略，然而 NPC 却告诉他不选职业不让走。他明明是现实中百发百中的狙神，可在虚拟现实里却连只兔子都打不准，只因他拿的是一把射程仅有10米的火枪。他原本也不想要这把武器，可老妈却在他选职业的时候拔掉电源。当他再次进入游戏的时候，系统已经默认了他的火枪手职业，他还获得了一个与之匹配的技能，新手的刺刀突击，效果是在走投无路时与敌人近身火拼。他无力地瘫软在地。此时一个人缓缓走来说道，火枪手这职业原来真的会有人选了。江毅闻言瞬间暴起，原来来人是发布任务的 NPC， 需要他去狩猎黑化的兔子，任务奖励是提升与 NPC 的亲密度和50个铜币。江毅自信地来到任务地点，随后就是长达1分钟的装填弹药，紧接着他摆出了标准的开枪姿势，砰的一声枪响，待烟雾散尽后，眼前的兔子却毫发无损，之后兔子便一脸杀气地看向他。而此时的江毅却还在装填弹药，兔子猛地撞在他的火枪上，没有武器的加持下，江毅目前的战力还不如一个战五渣，于是他果断触发越跑越快技能开溜，在拉开一段距离后，他刚准备回头，就发现那只兔子已经追了上来。兔子转身蓄力，随后便从4面8方朝着江毅杀了过去。此时江毅反握火枪，猛地冲了过去，最后一下打飞了兔子。接着他终于流露出了战胜的喜悦，他下线之后开始研究起了自己的武器。按照游戏的设定，他1分钟只能射1发，而且命中率仅有 50%。 在江毅苦恼之际，母亲端着饭走了进来，看着气色还不错的儿子，他放心的走了。江毅看着自己那双瘫痪的腿，心中暗下决定，自己一定要在游戏中赚到20万金币，让自己重新站起来。游戏里，2个小玩家听见枪声十分懵逼，他们看向还在换弹的江毅。整整1分钟过去了，江毅终于换好了弹药。2个小玩家见状嘲讽着离开了这里，可江毅因太过于沉浸在自己的实验中，全然都没注意到他俩的存在。目前测试里5枪中了4枪，接下来就是实战了。距离130米，西风，风速5米每秒。测完之后，他朝着兔子扣动了扳机，待烟雾散尽，子弹竟只在兔子身上擦起了一个小包。他明明是现实中百发百中的最强狙神，可却在虚拟现实里连只兔子都打不准。但这却并不是因为他的枪技差，而是因为他手里的火枪射程仅有10米，并且只有 50% 的命中率。无奈的他只能又抡起枪托和兔子肉搏，但有了上次经验的他明显更熟练了，没过一会就击败了这只兔子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达成了3个新手成就，等级也提升到了8级。但因为他多次用枪身肉搏，导致火枪的碎石失效了，而他为了完成 NPC 发布的任务，也只能和猎物近身火拼了。正因为他这种凶悍的打法，
让他在新手圈荣获血之枪托的称号。小镇的街道上，江毅背着刚刚猎杀的几只兔子，来到 NPC 的面前兑换奖励，拿到50铜币的江毅信心满满，距离20万金币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。随后他又去到小镇的饭店，用兔肉换到了77个铜币。本要离开的江毅被老板娘叫住，他又收到了新的委托任务，帮助老板娘弄来黑毛兔肉，奖励是老板娘的一份特制便当。他原本想拒绝这个任务，毕竟他现在需要的是金币，可看着这么热情的老板娘，他还是接受了委托。目前江毅一共有127个铜币，他决定先来武器店买点弹药，但这里的价格却让他绷不住，一套下来竟要126个铜币，开一枪就要花18个铜币。江毅问道为什么这么贵，而店老板却说这就是没人选火枪手的原因。有一瞬间他都想直接用枪身狩猎了，但又害怕那样抓到的兔子肉质差。老板娘不买账，最终他还是忍痛买下了弹药。他在临走前还询问武器店老板需不需要帮手，但是老板并没有让他留下来帮忙。行走在街上的他思索着任务派发条件，除了要和 NPC 接触外，还要满足特定的要求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的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，如果不吃点东西，怕是真的会晕厥下线。正好他也想体验一下这个世界的事物，看看有多贴近现实。他找到附近一家面包店，但当他走进房门的时候就后悔了，只因最便宜的都要3个铜币。他指向空着的盘子向 NPC 问道：1铜币的面包都卖完了吗？但 NPC 却说道，因为兔子总是偷吃小麦，所以他们根本就没做1铜币的面包。听到这里，江毅瞬间有了个好主意，于是他便跟 NPC 说起了自己帮别人打兔子的事，还表示自己可以帮店老板除掉兔子，而店老板只需要分他一些面包就可以了。但 NPC 听见这话却是直接爆气，他是现实里万中无一的王牌狙神，可到了游戏里却连一个面包都买不起。这并不是因为面包太贵，而是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武器店。此时的他如果再不吃点食物，没准真的会晕厥下线。为了换取面包，江毅承诺老板娘除掉那些捣乱的兔子，但听见这话的老板娘却是怒了，因为今天已经不下20个玩家和他这么说了，但兔子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江毅为了博得老板娘的信任，搬出了饭店老板委托他猎杀黑毛兔的事。老板娘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便嘲笑道：能抓住黑毛暴徒的高手，会连一块面包都买不起吗？江毅闻言直接掏出了饭店老板给他的袋子，刚看见此物的老板娘就相信了江毅的话，因为这么有味道的东西，整个小镇里也只有饭店老板能做出来。就在这时，老板娘又给他派发了新的任务，赌上性命的香料采集。任务奖励是一个特殊的面包和30铜币。江毅表示这个没问题，不过老板娘得先给他一些食物充饥。老板娘答应提前给江毅面包，但又加入了新的限制条件，如果江毅12小时内没回来，那么全程 NPC 对他的好感度都会下降10%。为了不被饿死，江毅也只能答应了这些条件。行走在马路上的江毅突然听到有玩家的声音，原来是有人招募队员一起狩猎黑毛兔。江毅刚想说他想加入，可对方看着他一身的低级装备，便选择性的无视了他。不一会，街道上又只剩下了他自己。此时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，于是他去到别的店铺里，利用饭店老板给的那个袋子，又获得了不少的装备和新任务。此时距离任务结算只剩下4个小时了，接下来就该全力战斗了。在一处林地里，他发现之前那几个玩家正在和黑毛兔交战，他们的分工明确，战士、法师、射手、辅助都凑全了。江毅看着他们华丽的技能很是羡慕，可没过一会，前排的战士就倒下了。不远处的黑毛兔似乎真的怒了，压迫感十足。见状，剩下的法师和辅助撒腿就跑。江毅见此一幕，不由得冷汗直流，因为他发现这黑毛兔不止一只，他还在5个 NPC 手里接下了任务。如果完不成的话，他的好感度就会直接暴跌。现在的他只能把希望都放在火枪上。虽然这火枪不容易打中目标，但一旦击中就会造成巨大的伤害。于是江毅把所有属性点都加在了敏捷上，他朝着黑毛兔传去挑衅的声音，瞬间吸引了这2只巨兽的注意。他明明只是一个1级萌新，但却敢直接挑战顶级 BOSS， 只因他拥有一把爆发伤害极高的火枪，但由于火枪的射程和命中率极低，所以他只有1次开枪的机会。就在江毅准备射击时，先前被黑毛暴徒追赶的玩家向他这边跑过来。江毅见状瞬间懵了，大喊着让他俩兵分2路逃跑。可这时红发法师却急了，不停地催促着江毅出手。江毅对此并没有理会，他调整呼吸，摆出最标准的开枪姿势。黑毛兔越逼越近，眼看就要扑过来了。就在这时，江毅瞬间扣动了扳机，子弹擦过红发妹子的发梢，正中那只黑毛兔的眉心。红发法师终于脱离了危险，可一旁的蓝衣辅助却没有那么好运了，他被另一只黑毛兔压倒在地。见此一幕，法师呆愣原地。此时江毅猛地握住他的手腕，催促其不想没在这里就赶紧跑。法师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惊疑不定，他们5个人都没法战胜的BOSS，竟然就被他一枪给秒了。而江毅原本还想重新装填弹药，干掉另外一只兔子，可没想到这俩人连1分钟都没撑下去。虽然江毅现在已经用出了越跑越快技能，可后面的兔子却还是越追越近。就在2人认为自己要搭在这的时候，一个看着就很强的玩家出现在眼前。法师见状连忙扑向江毅，与此同时蓝发妹子也在手中凝聚魔力，随后一道道冰刺在他的身旁凝聚，全部都朝着黑毛兔刺了过去。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对黑毛兔造成伤害，但就在下一秒，
黑毛兔的身体瞬间被冰霜覆盖，红发法师见状也开始催动能力，他释放出一条条火焰，向着黑毛兔烧去。看着黑毛兔被火海淹没，众人这才放下心来。江毅把任务所需的东西都收集完毕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却发现2个妹子还在一直跟着他。红发法师开始自我介绍，他叫林花园，旁边的叫林花精。看着江毅如此冷漠的神情，林花园立刻解释道，他旁边的那位可是游戏排名前10的名人。可江毅却表示自己没听说过，说罢就挥挥手准备告别。让林花园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，他一个看着不超过10级的人，为什么可以秒掉黑毛兔？可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林花精开口了。他明明只是一个8级萌新，但却对满级大佬视若无睹。就在江毅准备离开时，一直沉默着的林花精提醒他还没有采集瀑布香料。可江毅听见这话却十分紧张，因为老板娘曾警告过他，香料的来源不许透露给任何人。看着江毅紧张的神情，林花精自然知道江毅在想什么。随后他又问到江毅是怎么一枪干掉黑毛暴徒的。江毅闻言回头望了过去，接着表示可能是自己运气比较好吧。饭店里3人举杯畅饮，庆祝着这次的平安归来。江毅也知道了林花精是全服排名第5的高手，而林花园跟他一样只是一个新玩家。这时林花园又问起了江毅是如何秒杀黑毛兔的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江毅一直说的都是真话。不信邪的他又开始问起了江毅的等级，可江毅却并不打算回答。但一旁的林花精却看穿了他的等级，还表示他的那把火枪就算暴击也无法击败黑毛兔，所以江毅肯定是用出了一击必杀技能。但一般人想要用出这个技能，等级必须要达到90级。林花园为了报答江毅的救命之恩，决定邀请他加入妹妹的公会，还介绍到他们的公会在世界排名前10。但江毅却是直接拒绝了，因为他还是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，他想自己出去打听打听，如果林花精的公会真这么强，他就加入。林花园听到江毅的话都快要绷不住了，好在他还是忍住了即将释放的脾气，留下了江毅的联系方式。坐在椅子上的江毅松了一口气，他现在终于可以兑换任务奖励了。他先是来到花店把眼珠交给老板，后又去到铁匠铺把兔爪交给凯尔，接着去到面包店把香料送给艾妮，最后去到饭店将黑兔肉交给老板娘。这次任务他不仅收获了大量的亲密度和260个铜币，更是获得了一身的装备。同时饭店老板娘又给他派发了新任务，要求他狩猎团战 BOSS 竹山怪鸟，任务奖励是一份金雕肉便当。他还提前送了江毅一份优质便当，吃下后可以增强基础属性。江毅兴奋地将其收起，体力加7的戒指都能卖到550万，他这个便当卖到300万不过分吧。正当江毅想着如何发财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标签上的不可交易，不过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沮丧，毕竟今天已经收获了很多东西。他谢过老板娘离开之后，坐在长椅上观察着自己的属性面板，当下的目标就是尽快升到10级完成金雕任务，这样一来自己就能脱离新手村了。之后他再次来到了武器店，然而店老板看到是他后都懒得接待了。江毅原以为自己来过一次会提升好感，从而降低弹药的价格，但没想到这些弹药都滞销了，老板还是原价卖给他。不过他想着自己总不能用枪身和怪鸟肉搏，所以还是决定买下23套弹药。就在江毅算着要交多少钱的时候，店老板流着口水就凑了过来，还在江毅的身上摸来摸去，露出一副贪婪的面孔。30岁的大叔不顾身份的在少年身上乱摸，甚至还露出一副极其贪婪的面孔，而这竟只是为了吃上一口少年手里的面包。江毅原以为这个面包的奖励让自己亏大了，但没想到这如今却成为了撬动武器店老板的钥匙。他抓住机会立刻开出了5银币的高价，而这店老板虽然嘴上说着太贵，可口水还是不争气的流了出来。江毅见有了效果，于是便不断诱惑武器店老板，最终在2人讨价还价下，江毅1银币都没要，而是和店老板换了70套弹药。这次下线后的江毅可高兴坏了，原来他不仅和店老板换取了弹药，更是得到了火药供应商的联系方式。他打开电视机，一边吃着泡面一边看着虚拟现实游戏的新闻，内容标题是全球前10的大佬竟然空降新手村，而与他一同前往的正是 C 国第2大集团的长公主林花园。更是有目击者声称，他们2位来新手村目的竟只是为了拉人。虽然江毅的脸没被曝光，但是已经有人透露，他拿的是一个看起来很像枪的长形武器。看着满屏关于自己和林家姐妹的新闻，江毅无力的瘫软在地。到了晚上，他坐在电脑前查看这些信息，发现就连自己和林家姐妹吃饭的视频都有。一时间，江毅在外人眼里竟成了伪装成火枪手的大佬。玲珑集团在全球非常有名，可是关于林家姐妹的情报却少之又少。但按照林花园的性格，如果江毅拒绝加入工会，估计会被他记恨一辈子。不过他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，尽快在游戏里面升级才是王道。一上午的功夫，他已经帮 NPC 猎杀了几十只狐狸。皮店老板见江毅这么顶，直接给他派发了一个击败狼群的任务。这次的奖励除了亲密度和铜币，还有一张武器修理券，江毅正好可以用它拿来修复松动的枪托。空旷的草原里，江毅独自一人趴在地上，等待着落单的野狼。不过狼还没等到，他就先发现了几个组队的玩家，看着几人频繁释放着炫酷的技能，这让江毅很是难受。他决定换一个地点，接着埋伏毒狼。这时正好有一只小狼在他面前路过，
他直接咬开火药，将其倒入枪管，接着朝里面猛吹一口气，再朝着地面一砸。这是他之前在电视剧里学到的方法，没想到效果竟出奇的好。他呼出一口气，紧接着就扣动了扳机，击中了那只独狼的眉心。正当他准备收走狼皮时，又一只野狼出现在眼前。从那血红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浓郁的杀气。江毅手中的火枪耐久度要掉没了，所以一定要避免与其近身肉搏。接着他又在腰包取出一套弹药，好在这次又在1分钟内装好了弹药。正当他要射击时，却发现了这只野狼的异常。他并没有直接扑过来，而是走了弯躲避江毅的弹道，这让江毅感到十分棘手。虽然这距离还不到20米，但目前的他还是没有把握打中晃动的目标。想到这里，他猛地吼了出来。野狼听见声音，瞬间扑了过来。紧接着江毅就扣动了扳机，子弹从野狼的身体穿了过去。江毅这时才松了一口气，这野狼虽然有点智商，但还是不够。江毅只吼了一声，他就上钩了。就在江毅准备捡装备的时候，一团阴影朝着他笼罩了过去。这是一匹顶级玩家都击败不了的恶狼，而如今却被一个8级萌新轻松干掉。就在江毅准备收集狼皮交差的时候，一团阴影朝着他笼罩过来，他的身后赫然出现了2个巨人，这把江毅吓得立刻开始装填弹药。2名玩家见状赶忙解释起来，生怕自己今天折在这里。江毅闻言对他俩也有了印象，这是他之前在官网上看见过的蜥蜴人和巨人。江毅见没了危险，准备离开，但却被身后的2人叫住了。原来他们见江毅2枪就干掉了2匹狼，又看江毅只有1个人，所以就想着和他一起组队。2人还表示自己都是9级，绝对不会给江毅拖后腿的。江毅闻言也是直接答应下来了。毕竟他的换弹时间是一大短板。最终在众人商量下，蜥蜴玩家负责引怪投毒，巨人玩家负责拉仇恨和治疗队友，而江毅则是负责开枪收割。3人拳头一碰，正式开始了组队之旅。在你来我往的配合之下，江毅没过多久就完成了 NPC 发布的任务。就在他准备回去交差时，蜥蜴玩家叫住了他，并告诉他这么早回去没意义，还不如3人一直在这里刷等级，等到了10级就可以一起做金雕任务。3人手臂一抬，说干就干。这片草原的狼群似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，虽然3个队员都很怪异，可组合在一起就是一支很强的战队。转眼间已是黄昏，巨人玩家给2人治疗完后，开始讨论起了等级。蜥蜴玩家表示等大家都到了10级，就去挑战金雕任务。但江毅之前搜过，3人小队如果想要取胜，就必须平均到达16级。如果他们3人贸然行动，真的能战胜那个前期最强 BOSS 吗？蜥蜴玩家见江毅在发呆，便叫了他一声。3人继续在夜色里刷怪，最终他们都升到了10级。几人来到 NPC 的店铺交差，看着满地的狼皮， NPC 已经说不出来话了。随着任务的完成，系统不仅给江毅发放了奖励，更是给了他竹之城治安员的称号，并且他与竹之城的治安队员亲密度也到了100%。江毅没注意到的是，他领取奖励的面板十分炫目，一时间吸引了无数玩家前来围观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立即离开了小镇，跟2名战友来到山坡上放风。蜥蜴玩家问他是怎么把亲密度提到100%的，江毅一愣，问他是怎么知道的。蜥蜴怪表示是自己在网上看到有人说，只有提升名望才会触发红色特效。江毅虽表面上还在附和着，但心里已经感觉出了这只蜥蜴的异常。3人明明只是刚踏入10级的萌新，而如今却要挑战前期最强的怪物。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金雕巢穴的附近，这里非常混乱，既有刚刚战败的玩家，又有准备去挑战的。江毅注意到有一支3人小队在吵架，听情况是他们原来有4人，而且分工都很明确，就连这样的战队都失败了。江毅为了稳妥起见，想着再招揽一些队友，可这时蜥蜴玩家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。江毅一想也是，他们3个人都是奇怪的职业，而且都只是10级，肯定没人愿意跟他们组队。蜥蜴玩家表示让他不用担心，自己还留有后手。很快3人就来到传送门前，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林花精正在帮林花园挑战金雕副本。随着一句句咒语的念出，林花精的身上覆盖上了一层冰蓝色的能量，又是几句咒语念出，那一团团能量化作冰刺朝着黑雕刺去。在黑雕身体被刺穿的一瞬间，一个个犹如筛糠一般朝着地面砸去，全程林花园都没出过手，就轻松完成了前期最难的任务。此时江毅3人也成功来到金雕巢穴。蜥蜴玩家询问巨人有没有无我合一技能，巨人玩家表示有是有，但是没用过。蜥蜴玩家露出自信的笑容，还表示让江毅2人跟在他的身后就行。随后他把头一抬，吼了一声毒液喷射。江毅看见蜥蜴玩家的举动不明所以，可蜥蜴玩家却并有做出解释，他只是催促巨人玩家用出无我合一。江毅明白这里还不是真正的金雕领地，在途中还要遇到一次狼群。果然头狼已经来到了身前，江毅立刻提醒队友开始警戒，可蜥蜴玩家不但不听，还径直朝着狼群走去。然而狼群却并没有对他发动攻击。江毅跟巨人玩家都疑惑他是怎么做到的。蜥蜴玩家开始解释，因为这个游戏做得太逼真了，按常理来说他现在被当成猎物才对，但由于他在自身涂抹了大量毒液，狼群如果吃掉他，其自身也会中毒，所以狼群才放弃了进攻。而巨人玩家利用物我合一技能变成了一棵树，自身气味又被蜥蜴玩家掩盖，所以狼群也很难辨别出他的身份。江毅听完这一席话很是钦佩，游戏公司费力打造的变态关卡，竟然被蜥蜴玩家轻松化解。可就在这时，巨人肩上的乌鸦飞到了空中，狼群瞬间被其所吸引。等巨人玩家想要召回乌鸦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
他们被狼群盯上了，而且这数量至少有20只。这时巨人玩家也表达出了自己的歉意，他愿意自己拖住狼群，让江毅和蜥蜴玩家逃跑。说着巨人玩家就要向着狼群走去，但江毅是绝对不会留下他一个人逃跑的。他不断思考着应对的方法。当3个萌新被顶级狼群围住，本该是一次十死无生的对决，可却被江毅的一枪轻松化解。趁着狼群愣神之际，江毅带着2名队友撒腿就跑。在拉开一段距离后，3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此时的蜥蜴玩家也反应过来，江毅是在枪里装了2袋火药，瞬间爆发的气味甚至连人都忍不了，更不用说嗅觉灵敏的狼群了。江毅的这一番操作让蜥蜴玩家都怀疑他是开小号的，不过江毅却表示他是第一次玩这款游戏。蜥蜴玩家闻言也没多问，而是催促着其余2人继续前进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金雕的巢穴，江毅望向空中有着2.5米的小金雕，露出了一脸的黑线。金雕之主至少是小金雕的4倍，给人的压迫感甚至要高于现实中的战斗机。虽然这次的 BOSS 很难对付，但3人还是讨论起了战术。首先是绝对不能被金雕抓住的，更不能被金雕的声波击中，所以想要战胜金雕，就必须在它下降到地面的时候激活攻击，上来就攻击肯定是行不通的。所以蜥蜴玩家决定先去拉小怪仇恨，可此时江毅却打断了他决定自己直接射击。蜥蜴玩家劝道还是等他先拉仇恨，这样比较稳妥一些。但江毅已经将火枪举了起来，并算出了金雕与他们的距离。江毅先让蜥蜴玩家准备吟唱施法，毕竟他也有失败的可能。随后又让巨人玩家趴到他的身前，这样就省得再找三脚架了。紧接着他开始瞄准金雕，调整自己的呼吸频率，朝着金雕飞行的方向靠前一点开枪。随着子弹的发射，他开始催促起蜥蜴玩家吟唱施法。可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弹窗不断在他的身前浮现，其余2名队友也开始欢呼雀跃起来。江毅看见系统的提示也流出了冷汗，竹之山的最强 BOSS 竟然被他一枪就干掉了。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，开始收集起了金雕肉。看着系统的提示，他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原来是他又用出了一击毙命技能。但令他最兴奋的还不是这个，而是他获得了全服为2的狙击手词源成就，成功进入了鸣人堂。几人很快就回到了小镇上。此时的蜥蜴玩家开始问起了江毅是怎么击中金雕之主，并且又是怎么一枪就将其干掉。江毅挠了挠脸颊，表示自己射击的全程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？可能就是自己运气好打出了暴击。虽然蜥蜴玩家还是对此很怀疑，但也没怎么在意了，毕竟这次这么快就通关了副本，大部分都是江毅的功劳。而江毅也并不是不想告诉他们，而是成就上有写道，别让任何人知道是我射的。他明明是现实中百步穿杨的居神，可却在虚拟游戏里做起了料理师。原来在江毅把金雕肉提交给老板娘之后，老板娘不仅给了他任务奖励，更是把自己的厨师儿子介绍给了他。吉约对江毅送来的金雕肉十分满意，他决定将自己的厨艺传授给江毅。江毅本来是不打算学的，可他突然想到老板娘曾经给他的那份增益便当，如果自己也能做出来的话，那么收益就会成几何倍的暴涨。于是他便接受了吉约的好意。但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吉约的脾气非常暴躁，他每切一次菜，吉约就会不停地给他挑错，还说他这是在玷污美食。看着如此中二的吉约，江毅也很是无奈。他将自己刚做好的烤肉递给吉约，吉约细细地品尝了一会之后，瞬间露出了吃惊的神情。他没想到江毅只用了1天就做得这么好吃。可江毅由于长时间学习厨艺，导致自身的活力值下降到了30%。他准备跟老板娘告别，先离开这里。看着这么疲惫的江毅，老板娘准备送给他一份便当，可江毅却怎么也够不到。原来是老板娘还有别的事要找他帮忙。看着老板娘和善的笑容，江毅自然是不好拒绝。这次的任务是帮助老板娘给妹妹送便当，任务奖励是分店开业的邀请函，但这次却多了失败惩罚，而且惩罚的力度还很大。虽然江毅目前看不出来这个任务的危险性，但他能确定这么反常的任务一定有古怪。离开前，江毅又向老板娘确认了一遍，他还是不明白送个便当有什么难的。就在这时，老板娘脸色一凝，提醒他小心人。江毅闻言一愣，问到什么人？但下一秒，老板娘却又恢复了正常，开始跟江毅开起了玩笑。江毅开始思索起了这次的任务。竹之城距离阿尔斯托有500公里，路程大概要10天才行。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凶险，但能确定的是，这次任务他不论如何都要完成。江毅接过了老板娘手里的2份便当，在公园的长椅上吃完了自己的那份，他把要送礼的那份便当拿起，发现那份便当不仅可以增加20点属性，而且还可以交易。为了搞清楚这样一份便当能赚多少钱，江毅下线之后坐在电脑前查了起来。他发现一束增加15%的皮鞋都能卖出1400万，按照属性转换来算，老板娘的那份便当卖到5000万都算低的。如果有急需的，甚至可以出价1个亿。想到这里，江毅不由得动起来歪心思，有了这1个亿，他就凑够手术费的1/20了。这明明是一份平平无奇的便当，但却能卖出1个亿的高价。面对如此诱人的价格，江毅心动了。但他一想到自己如果把便当偷偷卖了，游戏内的 NPC 对他的好感度将会暴跌，之前他做过的努力也就全都白费。就在江毅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老妈推开房门进来了。
看着老妈如此关切的神情，江毅躁动的心情也逐渐平静。这一刻，他似乎已经有了答案。他再次进入游戏，这次他首先来到了武器店。在他击败金雕王后，武器店老板明显对他客气多了，话都没说就直接递给了他一杯咖啡。而江毅这次前来是要买一份地图，但他却没想到这地图贵得离谱，竟然要500银币。就在江毅想喝口咖啡平复心情的时候，一个戴着绿头巾的男人来到店里，原来他就是这里的火药供应商。今天武器店老板请他来，就是为了把江毅介绍给他。两人聊得很是愉快，鲍勃答应江毅以后的弹药都按照进价给他。武器店老板闻言终于坐不住了，开始打起了马虎眼，接着就开始推起了江毅，想尽快把他支走。可不料江毅一个闪身又来到了鲍勃身前，他得知了火药和子弹加起来也才4铜币，而武器店老板竟然卖给他15铜币。看着这么黑心的武器店老板，江毅决定不帮他采集噗噗香料了。可没想到武器店老板却抱着他的腿死死不放，还表示自己可以用别的东西来补偿江毅。他让江毅在自己店里随便挑一件物品，甚至就连那个价值500银币的地图都行。拿了东西的江毅行走在马路上，他突然听到有人说零花精的坏话，甚至他的照片都被做成了通缉令。有目击者声称，零花精在野外肆意杀人，做完这一切后还会露出一脸坏笑。江毅听完这一切后很是无语，但好在他还没有加入零花精的工会，要不然还不知道要扯上多少事端。不过他目前也没空想这些事情，当务之急还是赶到都城，完成 NPC 派发的任务。江毅调出刚刚收获的地图，竟发现这地图出奇的高能，里面还有他自身的定位。熟悉了一遍路程，江毅立刻用出了越跑越快技能赶路。跑到一半时，他发现自己身前出现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道这里是袭击事故多发地区。江毅看见里面的打斗很是激烈，几人分工明确，不断对黑熊发动攻击。当他继续深入，发现这里的玩家还不少，都在拉人准备打这里的 BOSS。江毅虽然不打算参加进去，但是好奇心泛滥的他决定在一边偷偷看，这么多人打一个 BOSS 肯定会很精彩。这明明是一只平平无奇的巨熊，可这里的玩家却都要抢着击败他。江毅偷偷藏在80米开外的石头后准备观战，随着弓箭手的一箭拉出，双方的战斗正式打响。紧接着巨熊发出了一声怒吼，这一击命中了场上的大部分玩家，就连藏在石头后的江毅也不例外。他瞬间感觉身子一僵，系统提示他在2分钟之内都无法移动，就连血量也降低了10%。江毅的脸色很是难看，因为这种感觉他在现实中每天都要承受。不过目前最让他担心的还是那只巨熊，他在这2分钟内只能寄希望于其余玩家，但场上作战的玩家状态也很差。就在巨熊要朝着他们发动攻击时，一个举着双盾的玩家站了出来，成功接下了这一击，但他却并没有露出喜悦的神情，而是催促其他已经解除负面效果的玩家行动起来。但巨熊却并没有给他们准备的时间，又是一掌挥出，盾牌玩家虽然接下了这一击，但双盾已经碎了大半，面对下一次攻击他必死无疑。就在这时，无数道攻击朝着巨熊袭去，玩家们这次终于破了巨熊的防御。前排的几人见状也立刻开始摆起了阵势，这让江毅看得也很是兴奋。他认为用不了一会巨熊就会被玩家击败，可队伍里的后排已经开始松懈起来，前排的肉盾都要挂了，他们依旧不为所动。大部分玩家看着血条快要见底的巨熊，都停下了攻击，开始补充起了蓝条和血条。好在一会爆装备的时候多抢点，而此时的盾牌玩家依旧在扛着伤害。随着弓箭手的一箭击中，巨熊的血量下降到了15%，盾牌玩家又开始催促起了其余玩家攻击。可巨熊这次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他在熊掌中凝聚出一团火焰，扔到了前排的一个玩家身上。不过一吸，前排众人就被火海淹没。众人发现这不是一般的火焰，无法被魔力驱散，于是都开始纷纷撤退起来。然而放松警惕的后排玩家并没有注意到异常，他们全都被火焰击中，无一幸免。此时撤到后方的盾牌玩家看见了江毅，开始催促他逃跑，可江毅却表示自己并没有参战，应该问题不大了。但盾牌玩家却还是劝他远离这里，因为现在的巨熊已经暴走了，这种疯狂的状态还会持续很久。还没等江毅再次发出疑问，盾牌玩家带着几人跑的都已经没影了，这让江毅很是为难。按照盾牌玩家的说法，这条路10天内都不能走了，可这里又是他去都城的必经之路，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这是一头可以干翻20人小队的巨熊，可如今江毅却要一个人单刷他。他举起火枪瞄准了巨熊，巨熊也朝着他这边发出怒吼，随着砰的一声枪响，子弹正中巨熊的眉心。江毅见状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与此同时的后方，盾牌玩家也听到了这一声枪响，他从一旁的感知系玩家那里得知，江毅的这一枪竟直接击中了巨熊的脑袋。其余的幸存玩家也是大喜，准备回去和江毅一起战斗。可盾牌玩家却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，还表示江毅虽然很厉害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火枪手虽然爆发伤害极高，但是换弹时间却是一大短板，所以他认为江毅在1分钟之内绝对会挂掉。然而事实似乎也印证了他的猜想，江毅因没能一枪击败巨熊，导致他又被声波击中，而无法移动的他面临的将是巨熊的疯狂回击。江毅一边努力的装填弹药，一边对着天空大喊，请求刚刚路过的盾牌玩家能回来帮他挡一下，但他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眼看巨熊就要来到他的身前，江毅只能再赌一次，如果再次击中巨熊眉心，应该还有生的机会。不远处的盾牌玩家听见枪响，不由得一愣，江毅的这一枪竟然又击中了巨熊的脑袋。
两个小玩家再次劝导他回去帮忙，可盾牌玩家的盾在之前已经碎了一个，如果他再次回去，第一个阵亡的肯定是他。为了稳妥一些，他还是决定先回小镇，重新聚集一批新的玩家。小镇上的玩家们得知巨熊已经残血，对于这次行动都很热情。半个小时后，盾牌玩家带着新人来到了这里，眼前的战场看着比白天还要惨烈，可巨熊却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玩家们找了3个小时，依旧没有丝毫线索。躁动的玩家们开始纷纷质问起了盾牌玩家，还表示如果再找不到巨熊，就要一起干掉他。但他们绝对无法找到巨熊了，因为就在5个小时之前，江毅在解除了负面效果后，准备边打边撤。他在撤退的同时装填弹药，就在他转身射击的时候，被巨熊的一掌击中，直接摔在了几十米开外的草地上。当他再次起身，自身的血量已经下降到10%，双眼也短暂性的失明了。但好在他有着丰厚的狙击经验以及超额的敏捷属性，他凭着风向硬是躲过了巨熊的一掌，再次朝着巨熊扣动了扳机。但巨熊就像一个 bug 一样，依旧没有倒下。江毅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第一次用出了刺刀突击，直接击中了巨熊的胸膛。可这一击却耗光了他的全部体力值，不堪重负的他栽倒在地。当他再次睁眼，巨熊的身体已经不见了，紧接着便是系统不断弹出的升级提示。他明明只是刚走出新手村的玩家，但却击败了比自己高50级的巨熊。经此一战，江毅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值，更是收获了一身的顶级装备。而与此同时的盾牌玩家却没有那么好命，他带着一行人去到山里，不仅没有找到残血的巨熊，甚至就连之前阵亡玩家掉落的装备也不见了。这次事件过后，盾牌玩家在这个游戏里是彻底混不下去了，而造成这一切的江毅却十分愉悦。他夜以继日地使用越跑越快技能赶路，长时间未进食的江毅感觉非常饥饿。可这里距离都城还很远，所以他只能选择打猎。而不远处正好有一只棕熊在搓背，江毅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随后果断地扣动扳机，但这一枪并没有命中棕熊。这只棕熊看到江毅后并没有暴走，而是紧张地愣在原地。原来是因为江毅穿着巨熊皮的缘故。江毅这次也没了顾虑，再次朝着棕熊开枪。这次并没有出现意外，棕熊成功被击倒在地。就在江毅收集熊肉的时候，他的身后又出现了一只蓝色小熊。江毅只是看了一眼，心脏就开始狂跳起来，而小熊则是抱住了江毅的小腿。看见这么可爱的小熊，江毅不忍心干掉它。他在自己的背包里掏出了一块面包，朝着小熊递了过去。这只小熊果然也是饿了，开始吧唧吧唧地吃起了面包。可这时江毅想到自己去到都城前，肯定还会干掉更多的熊，为了不和他产生过多的情感，决定丢下他自己一个人赶路。可这时小熊却死死地抱住了他的小腿，还给江毅来了一手歪头杀。此时的江毅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把小熊举起，内心已经开始动摇了。江毅给自己的表弟打去电话，询问他可以不可以在游戏里养宠物，但表弟却说只有驯兽师职业才能养宠物，因为在怪物眼里玩家全都是敌人。江毅又问到表弟，那要是从小就开始养呢？表弟表示幼怪可是很罕见的，虽然每个怪物的血量都不同，但提供的经验都是相同的，所以这种幼兽被玩家发现，基本上就会被一击打死。江毅明白了这些事情之后就挂断了电话。虽然养着这么一只小熊有很多不确定性，但江毅也不打算就这样放任不管，他还是决定带着小家伙一起赶，剩下的一切都顺其自然了。这明明是一只软萌可爱的小熊，但却只用了1天时间就长成了2米半的庞然大物。原来游戏中的怪物也是靠经验值升级。小熊在跟着江毅这几天里吃了不少的蛇虫蚁兽，成长速度可以说是惊人，甚至其余玩家都差点把它当成怪物干掉。为此江毅还专门给他做了一个挂牌。历经千辛万苦，一人一熊终于来到了都城。门口的玩家见有怪物进入，立刻迎了上去。江毅见此情景，急忙解释这是他的伙伴，而大熊似乎听懂了一样，亲吻着江毅脑袋表示友好。可这在别的玩家眼里却是怪物伤人，一溜烟的功夫全跑没了影。为了不带给城镇玩家麻烦，江毅决定前往更远的一座都城。大熊也知道自己犯了错，于是奋力地朝着都城方向狂奔。仅只过了2天，他们就抵达了目的地。眼看又要过一遍城门检查，江毅不想再给别的玩家增添麻烦，便打算让大熊在城外等候。可城内的玩家早已发现大熊，纷纷提剑上前，表示要组队打 BOSS。一瞬间，都城的警卫 NPC 也参与了战斗，弓箭手和魔法师也完成了蓄力。眼见攻击就要袭来，江毅不忍心让大熊受伤，立刻抬起了火枪威胁。可为时已晚，魔法师已经朝着大熊丢出了攻击。就在雷火魔法即将击中江毅时，瞬间扣动扳机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瞬间让双方呆愣原地。一面幽蓝巨盾挡住了江毅的子弹，而对面的魔法也被压缩直至驱散。来人正是都城的神圣骑士团。江毅见骑士团都来了，便放下了火枪，随后指着远处的玩家表示是对方先动的手。可转念一想，是自己带怪物进城引起了误会，便与对方达成了和解，没再过多追究。骑士团的一员看着被击碎的护盾，暗自感叹对方那一枪的威力竟如此之大。
他们眼见江毅要走，便迎了上去，打算和江毅聊聊这头熊的来历。于是江毅便把他与熊的故事讲了一遍。听完后，骑士团表示，没有被驯服的野兽，玩家和 NPC 会无法分辨。为了确保以后在都城不发生同样的事情，最好让它回归大自然。江毅明白大熊跟着自己只会让他更加危险，便带着大熊朝着森林走去。同时，他也获得了骑士团的成就和名声点。转眼已是深夜，森林内大熊紧紧地搂着江毅，顿时曾经的一段段回忆浮现在江毅眼前，而他并没有因此心软，转身后毅然决然地朝着远处离去，而大熊却露出了尖牙，下一秒一个飞扑就朝着江毅咬了下去。男人明明尽心尽力地培养大熊，可大熊却在离开时反咬男人一口，随后又舔起了被他咬破的伤口。正当江毅疑惑大熊反常的行为时，他突然达成了灵魂伴侣的成就。江毅这才明白，原来大熊是在与他签订血契。大熊知道他们将要分别，早已双泪俱下。江毅见状，一边安抚着悲伤的大熊，一边嘱咐他要好好生活，随后也做出最后的道别。他一人走在回城的路上，一股失落感顿时涌上心头。而这时系统的突然出现让江毅瞬间一惊，看着新获得的技能灵魂连接，他倍感兴奋，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随时召唤出大熊。经过了大半天的跋涉，他终于回到了都城。可刚一进城就发现这里早已人山人海，而在这种情况下，想要找到接受任务的 NPC 又谈何容易。就在这时，表弟向他发来了信息，表示他早已在南门等了他一天。可江毅环顾了四周，并没有发现表弟的身影。正当他要再次发信息询问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起来。看到表弟幸灾乐祸的样子，江毅迎上去便和对方缠斗在了一起。等看清表弟后，江毅才发现自己的表弟竟穿着一身的顶级装备，而表弟见江毅披着具熊皮，不由得询问起了江毅是否氪了金，而江毅却自信地阐述道，这是他自己的战利品。还不等表弟质疑，他工会的队友便走了过来。表弟见人都到齐，便做起了简单的介绍。这时一名队友指着江毅的熊皮，向对方询问起了装备的来历。见众人对这熊皮如此好奇，江毅也没丝毫保留，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全部说了出来。当得知他击杀完巨熊后已来到25级，众人顿时满脸黑线，即使是他们工会狩猎高级 BOSS 也没听过一次连升13级这么离谱的事情。而江毅这次击杀的 BOSS 等级必定与他自身相差数十倍。随后众人在与江毅添加完好友后都纷纷离去。转眼已是饭点，表弟也借此机会询问起了江毅，为何他的火枪手射程可达100米？毕竟官方给的数据才仅只有40米。而江毅的回答却让表弟瞬间爆气，原来他从未使用过官方的战斗辅助系统，这也让他的火枪手射程高达100米，甚至连火枪手仅有一半的命中率，在自己操作下都提升了一大截。毕竟自己可是曾经队伍里的王牌狙击手。表弟听闻立刻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工会，可江毅却云淡风轻的拒绝。而此时另一旁的工会大厅内，队员使用技能扫描一遍别墅，在没发现外人后，会长露出了邪恶的笑容，而他们的桌子上赫然摆放着江毅的照片。男人明明只是个25级的菜鸡，却被全服前10的工会秘密监视，只因他曾经受到过邻家姐妹的帮助，而邻家姐妹又是他们工会的死对头，这也难免会让人怀疑江毅是对方安插进他们工会的卧底。会长在向佐助安排好监视任务后，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扬长而去。在都城的另一边，江毅看着地图寻找着 NPC 的任务点，可无论怎么看都没找到神圣烤肉2号店。即使是见多识广的表弟，也表示没在都城见过这个地方。江毅猜测自己把便当送到后，也许神圣烤肉2号店就能顺利开业，到时候地图可能也会相对应的发生变化。可这时表弟却提议将那份神秘便当卖了，因为高等级玩家想升1级至少要1个月，而吃了神秘便当一下子就能升4级，这相当于节省了100多天。因此那些榜上大佬一定会重金购买，得到的那笔钱不仅能治好你的腿，甚至连接下来1年的生活费都有了着落。可江毅听完却毫无所动，因为他明白便当的价值越高，就代表着这次任务的奖励越丰厚。随后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，便来到了火枪职业学习技能的地方。火枪学院比起表弟所在的学院，火枪学院可谓是破烂不堪。眼见江毅已到目的地，表弟在丢下一堆物资后便回到了工会。江毅刚一进门就看到了遍地垃圾，他现在甚至都在怀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。突然他背后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手中的火枪也早已瞄准了江毅脑袋。江毅没有丝毫慌张，反而开始好奇起来，因为对方的伪装就连他都没有察觉，甚至火枪的命中距离都已被算得清清楚楚。江毅现在所在的位置刚好是火枪100%命中距离的上限。在江毅交出了自己的推荐信后，对方才收起了火枪。在进入到学院内部后，他才发现偌大的教室竟空无一人。麦克雷见他如此悠闲，便直接带着江毅前去靶场。就在此时，江毅突然收到了入学测试任务，可这任务完成后的奖励竟只是个问号，若测试没通过则无法入学。可在想到任务的隐藏奖励后，他便云淡风轻地接受了测试。来到了靶场，他看着熟悉的环境，感觉似乎回到了部队，一瞬间眼神坚定了起来。麦克雷见他斗志昂扬，也露出了微笑，并表示如果测试失败，这里将无权对你开放。江毅见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暗自窃喜，如果刚才放弃了测试，那么自己便永远失去了火枪手的训练资格。这明明只是一场普通的入学测试，可万人参加仅有2人通过，只因这里的导师出题极其变态，需要使用仅有40米射程的火枪击中100米开外的羽毛。江毅在得知规则后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开始测试，想在这么远的距离击中羽毛，
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战斗辅助系统，拉满游戏同步率进行自主射击。江一也顾不上系统的警告，瞬间将同步率拉到 50%， 这也是他所属等级的最高同步率。感受着自己各项感官的加强，他迫不及待地举起了火枪，可在他的准心内却连羽毛的影子都没看见。而这熟悉的感觉，就仿佛当年自己刚入部队的第一场训练。江一慢慢地屏住呼吸，专注瞄准，渐渐的他能看见了羽毛的轮廓，随后羽毛在他的眼中逐渐清晰，直至最后的完全瞄准。看着已被洞穿的羽毛，江一严肃的神情这才有所放松。此时的麦克雷也在一旁恭喜起来，而江一这才想起，这仅仅只是火枪学院的入学测试。可他浑然不知，麦克雷脸上竟露出了欣赏的笑容。随着测试通过，系统也弹出了成就通知。江一这下不仅达成了3大枪手的成就，更是被选入了名人堂，还获得了双倍的成就奖励。跟随麦克雷进屋后，他收到了整整200个黑火药和子弹，而这仅仅只是他一场测试的奖励。可没等他高兴多久，第2条任务已派发了过来。看着这次的奖励只有30铜币后，他也明白了，这只是低级玩家的新手过渡任务，所以他并没有急着答应下来，而是发动了讨价还价技能，请求麦克雷让自己多狩猎一些魔物，因为只有高级任务才能让自己获得目前所需的资源。听着江一的不自量力，麦克雷便满足了他的请求，而这条让新手过渡的任务也瞬间变成了现实的高难度狩猎，同时奖励也翻了5倍。看着这么多如此严苛的要求，江一不敢怠慢分毫，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。即便他发动了越跑越快技能，抵达目的地时也花费了45分钟，算下来他仅有10小时可用来狩猎。而这时正要进入森林的江一，却发现入口早已挤满了队伍，这意味着森林内的怪物早已被他们猎杀过一遍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在众人惊诧的眼神中走进了森林。男人明明只是个25级的菜鸟玩家，却敢独自进入幽暗森林狩猎怪物，只因这是一次不得不去的任务，而任务失败则会面临严重的惩罚。入口处的队伍见江一独自进入森林，纷纷拿他能否活着出来对比。江一并没有理会他们，因为自己狩猎的时间仅剩下了10小时。进入森林后，他刚点燃火把，就发现了2只红蜘蛛从上方掉落下来，这也正是他任务材料的猎杀对象。随之一枪便解决了他的生命。另一只蜘蛛见情况不对，迅速的朝着远处跑去，而江一还在努力的装填着弹药。随着砰的一声，跑出了39米的蜘蛛也被瞬间洞穿。当江一解剖完2具尸体后，惊奇的发现他们竟然都没掉落材料。再次狩猎2个怪物后，他才收回1个材料。江一心想，按照如此速度下去，任务绝对会失败。看着眼前的森林交叉口，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，将黑火药包裹起来放在木桩上后，又在前端绑上了大量的钢珠子弹。随后江一瞄准一只蜘蛛，迅速冲了过去，使用刺刀突击将蜘蛛穿在了火枪上。这一次的伤害并不足以毙命，反而蜘蛛发出的惨叫引起了周围怪物的注意。江一眼见目的达成，一刀把蜘蛛分成了2半，挥洒而出的蜘蛛血瞬间吸引了周围所有怪物的仇恨，密密麻麻的兽群朝着江一的方向狂奔。在抵达设置好陷阱的木桩时，他突然回头朝着木桩开了一枪，子弹击中了火药，产生的爆炸瞬间将钢珠发射了出去。爆炸和子弹夹杂着的威力，一下子将森林炸出了个大坑。江一兴奋至极，这些怪物尸体的材料足以交差。当江一走后，那些拿他打赌的队伍走进了森林，他们以为江一死在了里面，都想进去摸他掉落的装备。可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，他们只发现了充满着血水的大坑。就在他们其中一人呕吐时，这里的怪物重新刷新，一瞬间数百只魔物就将他们包围。此时的火枪学院内，江一把满满一麻袋的材料丢了出来。麦克雷看着江一超额提交的材料不免一惊，因为这些材料起码需要猎杀500只怪物，而江一根本不可能在12小时内击杀这么多怪物。江一看着一脸懵逼的麦克雷，慢慢讲述了事情的经过，最后不仅顺利的拿到了奖励，还因超额完成获得了火枪手专属技能。可不等江一熟悉新技能，麦克雷又发布了新的任务，击杀狗头人族长。可这时麦克雷嘴角微微一笑，任务突然出现了附加条件，必须在30级之前完成，任务期间还不能与别的玩家组队。这明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可男人却依然接了下来，只因这是万中无一的隐藏挑战。以往完成隐藏挑战的玩家无一例外都成了榜上大佬，可这条任务限制无法组队，这让江一有些许为难。在不组队的情况下，别说击杀怪物族长，就连怪物部落都几乎无法接近。他不解地询问起了麦克雷，而麦克雷却反问起了江一，你所谓的狙击就是近身搏斗吗？江一瞬间明白了麦克雷的意思，这次任务自己只需要在远处击毙族长即可成功。了解情况后，江一就向目标地点出发。路上的他想要询问一下表弟有没有攻略，结果发了几百条信息都没人回。打开了定位一看，发现都在提维峡谷，甚至连邻家姐妹也去了那里。而此时的提维峡谷内，新超工会会长正一脸严肃地看着指挥窗口。这次他来提维峡谷，不仅号召了工会所有成员，更是不惜花费重金启动了大型法阵。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围剿邻家姐妹。最终在新超工会的追捕下，邻家姐妹被逼至死路。可这时会长却上前谈判了起来。原来邻家姐妹仗着现实中资产过亿，便来到了游戏世界疯狂氪金，无意间收购的城池竟让新超工会损失了大半经济来源。可邻家姐妹并不想将城池归还他们，
星超工会会长听闻，面部逐渐扭曲起来，指挥着成员就向他们逼近。林花园见状，瞬间打出一条冲天火龙，看着故弄玄虚的林家姐妹，星超会长的笑容更加扭曲，他满脑子都是林家姐妹挣扎的样子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威压瞬间降临，刚刚还在嚣张的会长一下跪倒在地，而抗压较差的表弟则几乎窒息。此时的会长向着成员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竟发现山崖上竟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，这些人正是黄龙工会的成员，刚刚降下的正是神龙威压。他不明白为何世界第4的飞羽会出现在这，又为何会带着他的黄龙工会，而飞羽只是平淡的回复自己只是看不惯女生被欺负。他顿时明白飞羽和林家姐妹早已统一战线，星超会长只好认栽。可听到林花园提的要求，不能和林家竞争城池资源后，他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，刚向对方质问为何针对星超工会，就看见了飞羽那充满着杀气的眼神。见状，他也只好作罢，毕竟自己的星超可不是黄龙的对手。就在这时，山崖上的黄龙工会成员瞬间被斩成数段，地下的众人都无比惊讶地望着上方，而龙宇的表情却极其难看，因为他明白那个疯子来了。全服第4的疯子竟公然挑战全服第3的龙宇，本该是排行第3的龙宇取得胜利。而当烟雾消散过后，全服第4的疯子却毫发未伤，一旁的龙宇则被揍进了墙内。可发动狂暴后的疯子竟开始了无差别攻击，下一秒他的视线就转向了江毅表弟，瞬间冲了上去，又一把将表弟举起，随后冰冷的长剑朝着他的脑袋刺了下去。此时全服第6的林家姐妹也被逼迫到了墙角，看着别的玩家一个一个倒下，他们也明白这样坐以待毙下去只会死得更惨。于是林花精催动起了自己的终极杀招，来自冰雪女王的馈赠。可要想发动这股力量，必须献祭他的姐姐。可面对现在这种困局，也只有这样才能突出重围。得到姐姐肯定的答复后，技能也随之发动，一股强大的寒冰气息瞬间喷涌而出。疯子也注意到了这股异常强大的能量，不禁颤抖起来。随着场上的众人陆续变成冰雕，这场由星超工会引起的乱斗也随之结束。第二天，缇娜峡谷3支顶级势力的大乱斗，仅有林花精一人存活的消息，立刻轰动了整个游戏论坛。而江毅在得知自己表弟被疯子击杀后，则是愤怒不已。他不明白为何那些高级玩家就可以无差别击杀别人，便发誓要成为全服顶级的玩家，并为自己的表弟报仇。可江毅刚进入游戏，还没开始练级，就被一个面相和蔼的玩家叫住了。这时江毅才忽然想起，他是之前打巨熊 BOSS 时跑路的肉盾玩家，而这次他回来寻找江毅，竟是为了拿回巨熊掉落的装备，并且表现得极其愤怒，好像那些装备是他所应得的一样。江毅面对他的无赖要求懒得理会，转身便要离去，这也使得对方破防大骂起来。江毅回想起当初巨熊暴走时，恳求他们救下自己，可他们却跑得一个比一个快，自己最后还是拼上了性命才得以击杀 BOSS。而现在他却理直气壮地索要起自己用生命换来的装备。男人在听完江毅的话后，知道自己不占理，又大骂起了江毅不知好歹，甚至还藐视起了江毅等级低，更是搬出了自己所在的工会作为要挟。而看着步步得寸进尺的男人，江毅眼露凶光，愤怒地瞪着眼前这位巨婴。男人拼死换来的高级装备却被别的玩家明抢，可他却并不生气，只是随口叫来了几位朋友。抢装备的玩家便跪地求饶，只因这几位朋友来自骑士团，而骑士团则管控着城池的治安。解决完拦路的玩家后，江毅就向着副本跑去，他要在进行麦克雷任务前尽力提升自己的等级，毕竟自己中间还有着4级的控察。在此期间，他还要收集狗头人的情报。可来到副本入口时，早已人山人海。就在江毅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旁的战士主动上前搭话，称自己的队伍正好缺远程输出。这时队伍中的奶妈也走了过来，一向单刷副本的江毅瞬间心动，同意了对方的组队邀请。比起邻家姐妹那种的极端性格，他还是更偏向于普通的女生。战士见江毅同意了邀约，便直接带领队伍启程出发。可队伍刚出发还没2分半，战士就示意大家停止行动。原来前面有2只狗头人正在巡逻，战士示意大家绕道前进，可江毅却叫住了想要绕道的2人。随后让2人待在原地不动，这2只怪物交给他来处理。还不等他们做出反应，江毅已趴在地上瞄准起了怪物，随着枪口喷发出火花，2人瞬间呆愣原地，因为江毅竟一枪秒了这只狗头人。此时2人也开始质疑起江毅的等级。就在江毅以为自己低等级要暴露的时候，战士却一脸认真的询问：“你是不是高级玩家过来虐菜？”江毅在听到对方的话后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之后在前进的路上还刷出了条巨型蠕虫，而他的目标正是江毅。好在牧师抓准时机放置了圣盾格挡，江毅也在这时做出了反应，瞬间举枪瞄准蠕虫的巨口，随着子弹贯穿蠕虫的脑袋，这场遭遇战也随之结束。但让江毅疑惑的是，为何肉盾没第一时间吸引仇恨？难道是为了让蠕虫击杀自己爆装备？而在之后的谈论中，他才得知队伍中的肉盾竟没有嘲讽技能。于是江毅决定让队伍放慢行动，好侦察怪物位置。可他们却不知道的是，江毅只是为了掩盖自己装弹慢的缺点。在走了2个半小时后，一个村庄映入眼帘，而这里正是狗头人的村庄。江毅也没想到自己竟歪打正着的找到了任务地点。
可毕竟自己现在是组队状态，还不能前去击杀狗头人族长，因为一旦组队击杀，任务就会直接失败。所以他决定先在部落周围刷怪练级，顺便侦查狗头人部落的信息。可就在他刚提升到27级时，远处缓缓走来一个小队，而那个小队的披风上竟印着熟悉的太阳图案。男人身上最垃圾的装备价值10亿，而队友得知后竟迅速逃跑，只因在队伍狩猎时遇上了昔日仇人，并且对方还带着数十名打手。队友为了不卷入这场风波，便迅速退出组队逃离，而江毅却原地不动，甚至都没有想要发动攻击的征兆。仇人肉盾玩家见状兴奋起来，他迫不及待地想击杀江毅，爆他装备。江毅则嘲笑起了对方，为了击杀自己这个27级的菜鸟，竟然还要带10多名打手。打手头子听完瞬间暴起，立刻指挥起了队伍发起攻击。下一秒法师就高举法杖迎送魔法，而江毅等的就是这一刻，因为这样他就能在不被系统惩罚下向对方反击。在虚拟现实游戏里，如果有一方主动攻击玩家，便会被系统扣除金币和幸运点，但先前被攻击的玩家反击则不会受到影响。可是对面法师吟唱结束后，江毅却傻了，因为对方竟召唤出了一匹骷髅战马，而且一出场就携带着恐慌威压。就在打手头子觉得自己都不用动手的时候，法师竟倒在了他的身旁，前方的骷髅马也开始缓缓消散。只见江毅自信地屹立在了场上，而他的背后竟有座烈焰巨熊的虚影，这正是他的高级装备的效果。可由于火枪手有着装弹冷却，江毅只好边跑边装弹。打手头子见目标逃跑，立刻下令追捕，可他们的反应太慢了，队员刚跑出2米半就被江毅反手狙杀。而此时的江毅早已跑进了狗头人部落，借助着狗头人不断消耗着追兵，直到他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。火枪的准心里缓缓显现出打手头子的身影，随着一枪射出，打手头子痛苦地跪倒在地。江毅之所以没有将他一枪毙命，是因为他还需要这些工具人为他扫清狗头人部落。就在江毅溜着他们击杀完狗头人部落最后一个怪物时，一声愤怒的咆哮从他们背后传来。只见一只红皮的高大狗头人缓缓走出，瞬间部落内的所有狗头人全部刷新，而这只红皮怪便是江毅的任务目标——狗头人族长。就在打手小队以为这只是个精英怪时，狗头人族长竟开口说话了。要知道，只有超高级别的怪物才会拥有智慧，也就是说，这只怪物已经超越了 BOSS 级，甚至达到了将军级。当打手头子听见狗头人族长询问他为何踏足领地时，惊慌地表示自己只是迷路，而被问到为何击杀自己子民时，打手头子却回答不上来。下一秒，狗头人族长挥动大刀，打手小队10余人瞬间被拦腰斩断。狗头人只是随手一挥长刀，60级的全装大佬便被一分两半。只因这支小队团灭了狗头人族群，所以战将级的狗头人族长才会降临。而如此强大的怪物却是江毅的任务目标。可以目前的状况，江毅别说是击杀目标了，就连逃跑都极其艰难，因为狗头人族长早已将他锁定。就在此时，之前退出队伍的2位玩家竟跑到了狗头人部落，甚至主动帮江毅拉怪吸引仇恨。可刚跑出2分半，奶妈就渐渐体力不支。战士看着身后犹如潮水的怪兽群，一下子撕碎了珍藏的烈焰咒符，瞬间一堵火墙拔地而起，将追来的狗头人焚烧成灰。就在2人刚准备逃跑时，狗头人族长朝着天空嘶吼起来，下一秒双手插入火墙之中，炽热的火墙瞬间被撕裂开来。而此时的江毅趁狗头人被吸引注意，迅速穿上吉利服，并找到了个绝佳的制高点，渐渐的瞄准境内出现了个虚影，缓缓放大，直至瞄准了怪物头部。随着贯穿星辰的一击射出，狗头人的脑袋瞬间被洞穿，重重的倒在了地上。江毅也因为击杀了狗头人族长，一下子升级到了32级，并因此获得了2个终极成就，更是再次被选入名人堂。江毅在搜刮完这些怪物和玩家掉落的装备后，才缓缓离去，直到跑进了都城里，他才打开背包，开始检查起自己捡的装备。可他刚开背包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，那个打手头子竟爆了个特技保护戒指，并且还有吸收伤害的附加技能。而下一秒又是2个特级装备映入眼帘，可惜只有项链契合江毅的职业。整顿完装备后，江毅决定先去火枪手学院把任务提交。可他刚一打开门，就迅速抬枪瞄准了屋内。只见一伙强盗正在入室抢劫，可下一秒3声枪响从屋里传了出来，强盗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迅速逃跑，而江毅却愣在了原地，因为刚刚麦克雷竟一下子连射3发子弹。直到江毅提交完任务后，才慢慢回忆起刚刚的3声枪击，3枪总共用时20秒，每发间隔仅有7秒。就算是拉声步枪也做不到如此快的射击，更何况麦克雷用的还是前膛枪。他不解地询问起了麦克雷为何开枪如此迅速，可麦克雷却显得很是气愤，将一本刚拿出来的书拍在了桌上，并留下了句：“你还差得远呢。”这明明是一把价值1个亿的火枪，却被黑心老板卖上13个亿的天价，而且火枪的射程仅有10米，可男人还是将它买了下来。只因这是他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火枪。原来江毅接取了麦克雷的任务，但这项任务却是寻找麦克雷曾经的2位挚友，也就是火枪学院的另外2位创始人。完成任务后，不仅可以获得连射技巧，还能额外获得巨量经验。可麦克雷只提供了2人最后去的地点这一条信息。为了得到更多线索，江毅只好前去商店打探情报。当看到商店出售的火枪伤害时，他才想起自己还用着初始装备，
在购买完最便宜的火枪后，商店老板还向江毅赠送了关于布朗夫妇的关键情报。最后见过他们的人就在尼塔伊，并且那个人还是曾经的剑神雷托。江毅在交付50银币后传送到了尼塔伊小镇，可他足足寻找了1天，都没有关于雷托的踪迹，有的只是曾经参与过神魔战争后的士兵和一个追逐着小孩的臭乞丐。就在江毅决定换个地区寻找雷托时，一个黑影缓缓朝他靠近，下一秒乞丐突然出现在了江毅背后，还傻兮兮的让江毅陪他玩战争游戏。江毅瞬间瞪大双眼，因为自己开着50%的同步率，对方还能悄无声息地接近自己。一阵大风吹过，江毅这才发现这乞丐竟缺失了一条手臂。他这才明白，这看似疯癫的乞丐正是他一直寻找的剑神雷托。可就在江毅刚想询问对方布朗夫妇的踪迹时，雷托却朝着远处疯狂跑去。可当江毅追上了雷托后，他却跪倒在了地上哭泣。江毅明白这正是战争创伤综合征，随后缓慢地朝着雷托走了过去，又小心翼翼地询问起了布朗夫妇的事情。而下一秒，雷托说出的话却让江毅大吃一惊，因为雷托告诉了江毅，布朗夫妇亲口说出他们再次相见时就是敌人，这也意味着布朗夫妇已经叛变。紧接着一条任务便弹了出来，可这条任务却很清楚地说明了危险程度，因为失败条件是雷托死亡，而他不接取这条任务的话，自己就永远无法完成麦克雷的任务。在思考2分半后，江毅还是把任务接了下来。可刚接下任务，雷托就朝着远处跑了出去，直到跑到黑森林才停下。这里也是当时远古战争时布朗夫妇与大部队分离的地方。然而这么多年过去，这里的怪物还没被消灭干净。就在江毅思考如何寻找布朗夫妇时，雷托又朝着怪兽群跑了过去。他明明是拯救国家的英雄，却在战争后沦落为世人唾弃的乞丐，不仅被他人斩断了左臂，精神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，以至于听到关于战争的信息时，不由自主地疯癫起来。就在他刚跑进黑色森林，周围瞬间窜出众多怪物，可江毅已经接下了保护雷托的任务，只好硬着头皮与其开启了战斗。随着火枪发射出炽热的子弹，下一秒数经血条仅下降了1/5。眼见形势不对，江毅急忙抓着雷托往外逃跑。在逃离了怪物的追捕后，他愤怒地训斥雷托不要乱跑。随后江毅带着雷托缓缓朝着远处离去，企图暂时离开这个鬼地方来保证他的安全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们，来人正是之前的队友蜥蜴人。可江毅却猛然一惊，上次离别时对方才20级，为何此时会出现在这么危险的地带？而对方却只是打着哈哈搪塞了过去，随后又表示自己有任务在身，可以和江毅一起同步任务，这样2人就能在互相帮助下一起完成任务。刚回到黑森林，蜥蜴人就朝着远处吐了口毒气，一众小怪瞬间殒命。还不等江毅做出反应，他又射出了2枚毒液弹，那看似坚不可摧的树精也相继毙命。看着成长如此迅速的蜥蜴人，江毅便上前询问起了对方等级。当他听到对方51级时，瞬间愣住，自己拼死拼活的刷任务也才33级，对方竟已经达到了51级。不等他们闲谈家常，雷托就拍打起了地面，这里埋藏着他曾经的战友，这也使得他情绪异常激动。而下一秒，好像有什么吸引着他，雷托再次朝着森林深处跑去。江毅见状也只好无奈地跟了上去。当雷托跑到了一处空地上，又跪了下来。此时他看见了叛国离去的布朗夫妇虚影，一瞬间精神崩溃地大喊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地面上开始出现了紫色的裂痕，一众不死族从地底钻了出来。对于这种突然出现的不死族，江毅只好使用刺刀突击与其对抗。终于在快要消耗完体力的时候，2人才将这群突如其来的不死族击杀。江毅刚先休息一会，背后又传来了一声臭骂，一个小队渐渐地出现在了2人的视野中。显然他们的目标是蜥蜴人。蜥蜴人此时也催促起了江毅，让他快逃。就在他们说话之间，那群人已经来到了他们身前。江毅此时也看到了那熟悉的太阳标志，瞬间给火枪装填上了子弹。既然对方是旭日东升工会的话，这下就不是蜥蜴一个人的事了。曾经的剑圣退出江湖后沦落为肮脏的乞丐，可当他再次观赏到热血高昂的战斗后，被封尘已久的记忆开始悄然苏醒。下一秒，他举起右手，以掌发剑，发动起了曾经震撼世界的36剑诀。随着右手的甩出，一整个工会的敌人瞬间饮恨西北。可当他结束战斗后，竟对着江毅跪了下去。原来是江毅之前的战斗唤起了他被封印的记忆。只见雷托手中慢慢显现出了一把长剑的虚影，下一秒，那曾经被他遗弃的长剑白折已然回到了他的手中。此时江毅也成功完成了这次的任务，不过他真正的目的并不在此，而是打探布朗夫妇的消息。可雷托却表示自己中了记忆操控魔法，只有当年的巫师罗特扎知道真相，但王室的档案院里应该有那时的战斗记录，雷托能肯定那里还留有他们的报告书。他说完这些就打算和江毅告辞，他不能去火枪学院见麦克雷先生，因为在他们眼里雷托已经是死人了，万一巫师罗特扎知道他还活着，恐怕包括他之内的所有骑士都会有危险。雷托临走前递给了江毅1枚硬币，麦克雷知道这枚硬币的用法。雷托真挚地感谢完江毅之后，便去弥补他最后的遗憾了。完成任务后的江毅也打算返回都城。这时的蜥蜴玩家开口道：“我希望你能成长得特别快。”江毅闻言也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，他不明白蜥蜴玩家为什么总是帮他。之前在中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情报，比如攻击方式、任务的动向等等，这些高级情报拿去卖钱都不足为奇。蜥蜴玩家听到江毅的话淡淡一笑，大家的帮助都是相互的，
我很看好你身上的潜力。之前和我们一起组队的巨人玩家已经23级了，小心被他追上哦。二人闲聊了一会，便准备告别。临走前，江毅还不忘调侃他一句：下次有好的武器不要藏着掖着了，不然说不准哪天又会遭到追杀。很快，江毅就回到了火枪学院。这次他不仅获得了2个新的成就，更是拥有了21个自由属性点。可就当他把门推开的一刹那，一枚子弹便贴着他的头皮飞了出去。麦克雷把枪口指向江毅，背叛2字从他的嘴里缓缓说出。江毅闻言掏出了雷托给他的硬币。麦克雷盯着证据陷入了沉思，硬币上的图案正是军团的旗帜，这是追踪硬币，借助硬币中注入的魔力，可以找到硬币主人的位置。在战斗中，它可以帮助主人共享位置，避免自相残杀的同时掌握对方的线索。而这枚硬币的主人正是一直浴血奋战的雷托。此刻的麦克雷也明白了江毅的意思，真正倒戈魔王军的是布朗夫妇，而雷托和其他目击者则被操控了记忆。此刻的麦克雷也陷入了沉思，他还有一点搞不清楚。随后麦克雷便把目光转向江毅，询问其晚上有没有时间。麦克雷决定带上江毅去办一件事。此刻江毅也收到了新的任务信息，内容是取得布朗夫妇的行踪记录，奖励未知，失败惩罚是与王国内所有 NPC 的好感度下降50%。江毅看向失败惩罚一阵头疼。麦克雷想通过整合王室记录院的资料，确认一下事情的真相，可王室却刻意对他隐瞒这件事，也就是说他不能亲自出面查看资料，所以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去拿资料。江毅本想将这件事搪塞过去，可当他听到麦克雷说江毅我能够信任的人只有你了的时候，瞬间改变了想法。既然麦克雷都已经叫自己的名字了，江毅可不忍心拒绝了。看似光鲜亮丽的人族皇城里，竟潜伏着数以万计的魔族卧底，就连曾经誓死保卫国家的布朗夫妇，也在10年前那次人魔战争中投靠了魔族。而数以万计的玩家中，也仅有江毅窥探到了这虚拟现实的冰山一角。可就在他把自己调查到的信息提交给 NPC 后，却被 NPC 麦克雷告知，自己信任的人只有江毅了。所以再次向江毅发起了一件委托，调查王室记录院内布朗夫妇当时的行踪。因为麦克雷明白布朗夫妇一定有他们的难言之隐。再次来到主城后，麦克雷带着江毅走进了一条幽暗的密道，道路的尽头则出现了一个水晶球，这正是进入王室记录院的机关。随着麦克雷轻触开关，背后的石墙打开后，缓缓走出了一个男人。江毅也趁着2人交谈之际，一个闪身便跑进了那石墙之后的密道。可跑着跑着，江毅只感觉楼梯扭曲了起来，随后一下子掉入到了一处幽暗的空间。再次睁眼时，周围已显现出一排排书架，很显然这里就是王室记录院。可要在这么多书籍中找到当年布朗夫妇的行踪，并非易事。就在江毅东张西望寻找线索时，一个金闪闪的书架瞬间在他面前显现。江毅看着这独树一帜的金书架，也凑了上去，随即从中翻找起了线索。可下一秒，他面前就出现了一幅全大陆的地图，还附带了极其详细的各个地区的攻略。可随着一道系统声音，江毅愣在了原地。只见这幅地图竟附带着一个任务，而且这项任务竟是玩家所放置的。看着藏匿在王室记录院的任务，江毅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在接受完任务后，江毅又开始了寻找布朗夫妇的信息，终于在一排落满灰尘的书架上找到了线索。这是一本有关第2次人魔大战的记录。看着书中的内容，江毅瞬间不淡定了，因为这本正是记录布朗夫妇作战任务的卷章。看着书中那详细的作战计划和人员分配，江毅逐渐爆发出激动的神色，因为他即将揭穿这虚拟现实中的惊天秘密。随即他拿出了麦克雷所给予的镜子，将这一页一页的内容以照片的形式记录了下来。可就在此时，入口处传来了一声臭骂，言语中无不是在瞧不起麦克雷。显然那位看门的男人回来了。就在他带着另一位管理员检查书籍时，那另一位管理员却发现这些书籍的顺序被更换过，有人来过王室记录院。同时王室记录院的大门也发出了关闭的声音。江毅在逃出记录院后，疯狂地朝着麦克雷约定的地点奔去。与此同时，卫兵队也收到了指令，搜寻可疑人员。就在江毅马上到达约定地点时，神圣骑士团的人员走了出来，一下子和江毅撞到了一块。可还没等2人搞清楚情况，记录院的管理员已经追赶了出来。这金书架上的书籍记录着全大陆的秘密，只要偷看一眼就会被处以死刑。可眼前的男人不仅随便翻阅，就算被图书管理员抓住，也依旧镇定自若，只因他是神圣骑士团的恩人。在不久之前，江毅帮助神圣骑士团成功击毙了狗头人的族长，就算图书管理员一口咬死，路过的骑士依旧力挺江毅，甚至还用神圣骑士团的威严对其施压。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，图书管理员放出狠话后便悻悻离开，而2人还没来得及叙旧，导师麦克雷便从约定地点赶到江毅身前。告别骑士后，麦克雷低声向他询问是否查到了布朗夫妇投靠魔族的原因，但江毅并未作答，只是缓缓抬起了拳头。他们的身影在夕阳下慢慢远去。回到住所，江毅拿出了镜子，他把在王室记录院拍下的照片一一放出。10年前有关布朗夫妇的记录映入眼帘。根据前线的报告，当晚9点，哨兵发现布朗夫妇离开了营帐，并前往了魔王军的驻地，而阻拦的士兵直接遭到了布朗夫妇的射击，并且2人在第2天的上午8点对着营地发动了袭击。随后他们在10点配合魔王军击败了小队，并夺取了驻地。布朗夫妇倒戈魔王军已是不争的事实。紧接着，江毅放出了有关剑圣雷潘托的报告。在他们收到本部命令活捉布朗夫妇后，他们奉命前去追击，但以失败告终，并且2人放出狠话，
话，下次见面就不会在手下留情。他们还告诫我小心罗特扎。麦克雷看着报告陷入了沉思，忽然新的信息让他眼前一亮，布朗的妻子艾丽莎贝斯竟然在人魔战争前怀孕了。江毅看着眼前一言不发的男人，只见他紧咬牙关，甚至都咬出了血来。昔日的好友他连怀孕了都不知道。麦克雷随即起身看向窗外，虽然布朗夫妇叛国，但他依旧庆幸他们还活着。看着麦克雷坚毅的背影，江毅开口，也许他们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随后他收到了任务完成的提示，您已完成任务，不知所踪的传奇，您的等级已提升。只见麦克雷轻轻压住帽檐，他非常感谢江毅的帮助，并且希望江毅过几天能再来到这里。紧接着江毅收到了任务提示，至少3天后继续找麦克雷沟通，奖励未知是否接受任务。头一次看到麦克雷露出了别样的神情，江毅离开木屋又驻足了片刻。他又想到自己虽然得到了局长的信任，但接着任务的目的是为了赚钱。这时一阵叫卖声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商人们为了省去拍卖行的手续费，便在这里直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江毅顿时灵光一闪，自己还有一件闲置物品，当时干掉了狗头人族长，他手上的偃月刀也一并被江毅收走。看了看装备属性，又对比下收购的价格，江毅忽然长大了嘴巴，没想到优等双手长枪平均售价60金币，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是6000万。卧槽，要发了！这本是把平平无奇的青龙偃月刀，可男人转手就卖了10个亿。资金到账的瞬间，他直接就转给了一天打3份工的母亲。游戏下线后，坐在轮椅上的江毅有点感叹，他才玩了2周的中部世界就赚了不少钱，只要足够努力，未来可期。想到自己刚开始玩网游的经历，自己一点点打怪升级获得奖励，同时也在游戏中不断找到了乐趣。他轻抚着游戏模拟器，多亏了他江毅才能重新站起来。3天之后，他才能去再见麦克雷所长。江毅又想起中部世界还有份便当快要过期，他便再次接入了游戏世界。玩家火枪手又登陆上线。另一方面，弟弟基正突然从噩梦中惊醒，在中部世界被怪物杀死，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还没有完全缓过神来，一通电话直接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基正匆忙地接通了电话，而电话另一头传来了哥哥江毅的声音。他告诉基正别老宅在家里打游戏，最近他赚了点小钱，如果没有啥事就来家里吃个晚餐。想到哥哥在中部世界取得的成绩，基正忽然缓步走到游戏模拟器前，他握紧拳头，可不能这么继续消极下去。此时的江毅也刚刚进入到游戏，他直接打开了装备栏，将里面价值1个亿的便当取出，金钱味的便当悬浮在手中。江毅考虑着便当的正确用法，与其相关任务的关键人物是老板娘猪猪。傍晚时分，他背着火枪来到了猪猪的家门口，随着叩门声的响起，一道身材高挑的身影将门缓缓打开。老板娘猪猪摆弄着红色秀发看向来人，哥们你谁啊？找我有啥事吗？江毅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回复，他的内心十分忧郁，自己一股脑的只顾来到这里，但是还没想怎么套出情报呢。忽然他灵光一闪，随即大手一挥，在装备栏里掏出了熏制兔肉。江毅告诉猪猪这是他姐露露新开发的肉干，因为顺路他就将肉干带了过来。听到自己姐姐的名字，猪猪想都没想推开门就让江毅进来。随后他端出热茶招待了江毅，同时心里也不忘吐槽自己的老姐居然因为这种小事就让别人跑一趟。江毅为了完成任务只得硬着头皮坐下。触发中部世界 NPC 的剧情需要提到特定的关键词，想到便当有可能就是关键词，江毅直接扯出了话题。但老板娘猪猪只是随意的跟着江毅唠着，他再次说明了便当的重要性，不是因为制作便当的食材和流程，而是因为喜好这种便当的都是有钱的大人。看着江毅还有诸多的疑问，猪猪忽然伸出手指抵住了他的嘴唇。他告诉江毅这里是都城，如果那些大人物都聚在一个餐厅会怎么样？江毅的面容映照在茶杯里，餐厅除了赚钱还能有什么目的？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并瞪大了双眼。江毅似乎发现了个不得了的秘密，他直接告别了猪猪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里。下线游戏后，江毅依旧冷汗直冒，没想到老板娘和猪猪在觊觎那个这明明是一份平平无奇的便当，却能卖出1个亿的高价。面对如此诱人的价格，江毅却选择交还到 NPC 的手里，因为他知道完成任务获得的奖励可能会更加丰富。之前他完成击杀狗头人族长的任务，卖掉爆出的装备直接赚满了。随后江毅不仅成功解锁了游戏剧情，还通过 NPC 猪猪听到了不得了的秘密。再次游戏下线，江毅还没来得及从剧情中缓过神来，妈妈和表弟忽然推门而入，随后老妈一把抱住江毅，让他一时喘不过气来。老母亲直接流出了欣慰的泪水，她告诉江毅，虽然你游戏刚赚了10个亿能够补贴家用，但以后也一定要记得好好休息。随后3人风风火火的吃了顿丰盛的晚饭。晚餐结束后，江毅告诉表弟自己接的便当任务他没把便当卖掉换钱。在表弟震惊的目光中，江毅只得用手摸了摸小脸，尴尬的笑了笑。住所里直接传来了一阵大喊，哥刚翻身，农奴把歌唱，现在1个亿都是洒水了吗？他一把鼻涕一把泪，颤抖的拍了拍江毅的肩膀，要他好好解释解释。江毅再次尴尬的挠了挠头，他告诉表弟老板娘猪猪和露露想把那个餐厅打造成一个情报工会。表弟再次露出了震惊的表情，要知道情报工会是个很赚钱的生意，在那里买情报动辄100万，当然这也是高风险高收益。他又告诉江毅，情报工会都是 NPC 运营的，他们的情报想到关于系统提供的付费攻略。江毅不理解都城没有情报工会吗？但表弟却告诉他都城的情报都是由政府管理，如果有人通过情报工会获得了刺杀国王的方法，
这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？所以他们送便当的对象是国王吗？江毅一阵思索后告诉表弟，他完成任务的奖励是餐厅开业典礼的邀请函。这有什么用吗？表弟告诉他，这可没准是个陷阱任务。如果奖励是利用都城的情报工会，那么大家肯定都想完成这个任务。而便当的游戏属性本应是直接吃的东西，但却能互相交易。这个任务不仅筛选部分的玩家，还把一个直接吃的东西设定的这么重要，完成它可能比想象中的要难。江毅游戏上线后又一次拜访了老板娘猪猪，他告诉猪猪之前跑腿并未说实话，江毅其实受他姐姐所托送来便当，但 NPC 猪猪却扑哧一笑，因为他早就知道了。江毅本想送出便当后道歉，可这事情发展的有点对劲，猪猪却说你可真是个有趣的人啊。他让江毅坐下后又为其调制了一杯饮品，但江毅两眼放光，只想知道任务的奖励到底是什么。猪猪却打起了马虎眼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是情报吗？看着江毅装起了糊涂，猪猪直接白了他一眼，你应该都想到我们姐妹俩要创建情报工会了吧？要不怎么会把便当交给我而不是出售呢？感叹 NPC 强大的推理能力，江毅尴尬的笑了笑，其实他也不全为了奖励。但猪猪却开门见山的说道，大部分人接到便当任务会选择偷偷出手，而送便当的只有两种人，要么是无欲无求的傻子，要么就是想要利用我们的聪明人。猪猪忽然转身露出了可怕的表情，一时间窗户的玻璃被射得细碎。江毅抽枪赶忙躲闪，猪猪忽然补充道，同时姐姐也说了，送到便当的人一律格杀勿论。男人将价值1个亿的便当交还到 NPC 的手中，可他不仅没获得奖励，还要直接遭到了 NPC 的秒杀。事发突然，但江毅并不会坐以待毙，他掏出背后的火枪，摆出了攻击姿势，可刚要开枪射击，却发现对方人数众多，只得拉开距离。还好他早有准备，在进门时就给火枪装填了弹药，举枪瞄准，只听砰的一声，蒙面男子正中靶心，但他的同伙抓住机会直接掷出长枪。江毅立刻调整姿势，手持火枪横向格挡，随后50号大脚直接蹬在受伤男子的肚子上。就近解决了一人后，他依旧不敢掉以轻心，这里空间狭窄，根本找不到脱身的机会。江毅只能一边攻击一边防御，随即他一声大喝，都不许动。江毅将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猪猪身上，他警告来人再动他就打爆老板娘的头，而那份价值1个亿的便当也要一并带走。但猪猪却没有丝毫的慌张，他端起茶杯微笑的面对着火枪。江毅又转头看向持刀的蒙面人，这里可是都城，刚才发生枪响，维护治安的神圣骑士团一定会赶到。但老板娘猪猪却泼了盆冷水，他告诉江毅别挣扎了，神圣骑士团那边他已经打点好了。既然他们敢在都城开设情报工会，自然会做出完全的准备。江毅手持火枪不敢轻敌，他倒要看看这女老板要搞出什么名堂。可猪猪只是打了个响指，转瞬屋内的蒙面人们消失无踪，但江毅依旧抬起黑洞洞的枪口质问他什么意思。猪猪将手指向了自己的脑袋，没看出来吗？这只是个测试。弹枪在手，主导权在江毅的手上。刚才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，猪猪可是未来的情报工会的会长，他怎么也得捞到点补偿。猪猪顿时扑哧一笑，真是个可爱的男孩子。那我们可以开始第一次交易了吗？江毅收起火枪，他成功触犯了 NPC 剧情的关键词，情报工会会长。紧接着任务提示，您已完成为都城的神圣烤肉店走动关系，您的等级已提升。猪猪告诉江毅，从今天起他会为其提供优质的情报。根据老板娘的情报，2天后江毅来到了拉斯峡谷，收集了大量药草，并且他还达成了消灭500哥布林的成就，等级也再次提升。江毅占据了易守难攻的山底，已经通过火枪在此狙杀了大量低哥布林。看了眼山下堆积如山的哥布林尸体，整理好此次狩猎的奖励，江毅算了下时间，随后转头离开了这里。现在他该去看导师麦克雷了。此时麦克雷正站在窗户边发呆，忽然一阵敲门声引起他的注意，他转头一看，火枪手江毅再次登门拜访。麦克雷非常开心，他让江毅快点就坐，同时也惊讶于江毅3天内的变化。江毅在完成他的委托任务后，竟在3天内从36级攀升到了48级。麦克雷也是开门见山，他有意将江毅培养成下一代的枪手之一。当然，完成这项任务的难度也相当艰难，江毅需要在15天内击毙 BOSS 黄铜石头人。麦克雷眼里带着期待，江毅，你是否愿意？70级玩家才敢组团围捕的石头人，48级的萌新就敢单独狩猎，距离50，风速6。江毅一枪下去，直接正中靶心，那石头人差点被突如其来的一枪击倒，但转瞬他就再次站起身体，锁定了敌人。江毅见势转身就跑，最近任务完成的太顺利，他有点得意忘形，与石头人拉开距离的同时，装弹瞄准再次击中石头人的头颅。可石头人不仅没事，还抬起大脚想直接踩死江毅。江毅不仅站在原地，还闭上了双眼。到达最佳射击位置后，砰砰的一声，他直接将石头人的脑袋轰得粉碎。但刚要转身离开这里，背后石头人的躯体正在悄悄复原。等江毅听到动静回身查看时，一只乱石组成的庞大巨手已经悬在他的头顶，重拳落下，惊雷炸响，恐怖的冲击力让周围地动山摇。江毅犹如断了线的风筝，被拳风裹挟着倒飞了出去。他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稳住身形后再次举枪射击，石头人胸口的护甲爆裂开来，
黄色的能量核心直接裸露在外，可转瞬他又用石头铠甲将核心层层包裹，一个崭新的石头人 BOSS 再次出现在眼前。江毅顿时叫苦不迭，36计走为上策，他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逃进了视野隐秘的树林。会想起刚才一路逃亡的惨痛经历，自己可是整整掉了一半的 HP。他再次打开任务栏，仔细阅读起任务，命中特性强化训练从远处看不到的东西。石头人的心脏的确和标题写的一样。一番交手后，江毅知道远程狙击掉胳膊和头会不断再生。这时山下的叫喊声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一群组队狩猎的玩家已经破了石头人的护甲，同行的剑士对准黄色核心直接劈出了暴击，黄色晶核被破坏，石头人轰然倒塌。他靠近组队的玩家们交流起石头人的狩猎经验，剑士告诉他石头人的弱点是黄色晶核，击中那里石头人就会立刻死亡。江毅也询问其有关黄铜石头人的消息，剑士表示的确有所耳闻，但狩猎黄铜石头人的难度极大，要是想拿下黄铜石头人，需要聚集方圆百里的所有玩家，但未必就能成功将其拿下。至于黄铜石头人刷新的地点，他也不知道。江毅一声告谢后转身离开，剑士满含深意的看了江毅一眼，一个远程输出敢在石头人去晃悠，这不找死吗？江毅深入腹地的同时，将刚才的对话牢记于心。他靠着悬崖向前缓慢推进，在这稍不注意摔下去就能立刻归西。行走在悬崖峭壁，江毅不断的思考对策。攻速快的输出难以击碎石头人，攻击强的输出难以跟上石头人的再生。他看向摸枪的那只手，自己应该怎么办呢？不等他继续思考，一名玩家的尸体直接掉落下山崖，紧接着山顶上传来大喊：是黄铜石头人，快来人！黄铜石头人出现了。男人越级挑战石头人，被揍得鼻青脸肿，可他却迎难而上，还想狩猎石头人中的王者黄铜石头人，并且他还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单独狩猎，只因这是麦克雷培养他成为最强火枪手的第一个任务。而他一路跋山涉水，终于找到了黄铜石头人的踪迹。此时已经有大量的玩家将其围捕，但那黄铜石头人出现后直接发动咆哮技能，让在场所有玩家的移动速度、体力值和防御力均有所下降，而大量的玩家聚集在一起，不断向其发动攻击，可轮番轰炸并未让黄铜石头人受伤。江毅站在山顶远远看着众人的围捕，如果自己想单独狩猎，就要在5分钟内解决战斗，但这家伙的再生周期有多长，被干掉后的刷新地点在哪他都不知道。忽然一声大喊吸引了他的注意，雷电系射手不顾队友的反对，直接将一发穿云箭射出，光剑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中靶心，但黄铜具有导电性，那光剑直接让黄铜石头人完成了冲能，顿时黄铜石头人发出了剧烈嘶吼，他的躯体伴随雷霆之力高速旋转，随即产生的螺旋攻击摧毁了周遭的大片区域，炸裂声四起，顿时产生的烟尘直冲云天。江毅远远站在山边看向了此地的狼藉，只见黄铜石头人屹立于爆炸的中心，他的周遭都是被爆炸波及的玩家尸体。黄铜石头人太强了，这怎么打？一晃3天时间过去，江毅来到了村子里进行补给，随后又孤身一人前往石头人的腹地，可他却没发现身后有人在偷偷跟随，这黄毛小子图谋不轨，本想等着江毅死后直接私吞他的装备，可没想到一晃9天时间过去，江毅不仅毫发未伤，还再次找到了黄铜石头人的踪迹。在小弟的簇拥下，黄铜石头人再次发动了咆哮技能，依旧让在场所有玩家的移动速度、体力值和防御力均有所下降，正面迎击黄铜石头人的组队玩家顿时支撑不住，而江毅却迎难而上，不断拉近距离。一杯免疫药剂下肚，咆哮技能被解除。江毅稳住心神，举枪发动技能，新手的精准手部动作，在370秒内装弹时间固定为30秒。但一声枪响过后，黄铜石头人依旧毫发无伤。江毅见此决定先处理周遭的普通石头人，他从装备栏里掏出炸药随即扔出，一时间爆炸声四起，石头人所在的地区都化成了焦土，护甲被击破，他们的晶核弱点裸露在外。江毅也没有给他们再生的时间，一阵火枪连射后，石头人小弟们被轻松击败，而黄铜石头人被击怒，他举起小山般的拳头重重的砸向了江毅。江毅向后躲闪，同时惊异于他超高的防御，没办法，就只能再试一次了。他义无反顾地冲向了石头人堆里，不知缠斗了多久，江毅颤抖着握着手里的火枪，场上也只剩下他和黄铜石头人对围。要想完成任务，自己不能死掉，同时也不能寻求他人的帮助。江毅如果继续逃跑，也将会超时。他握紧火枪，咬紧牙关，这就是最后的机会吗？满级玩家使用大量人力物力都不一定能攻略的黄铜石头人，却被男人靠着智商和走位成功拿下。他先是嗑药免疫黄铜石头人的精神攻击，随即抛出炸药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，最后又灵活走位不断拉近距离。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江毅终于来到了黄铜石头人的脚下，但聪明的石头人直接手搓龙卷风，他以自我为中心展开的龙卷风，顿时让峡谷内烟尘四起。江毅见视野被遮蔽，他迅速转身拉开距离，但后面的黄铜石头人却穷追不舍。他将金属重拳举过头顶蓄力，随即势大力沉的一击直接干碎了地面。江毅刚好被剧烈的拳风波及，恐怖的冲击让他一连飞出了10几米，顿时江毅打起了12分的精神，因为他的视野正逐渐变得模糊。
这意味他的血条见顶了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他同样也发现石头人受伤不轻。黄铜石头人伤敌1000自损800的打法，同样让他的黄色金河裸露在外。但黄铜石头人的攻击却没有停止，重拳再次抬手蓄力。江毅见此顿时笑出了声，一切都在计算之中。只见他手中的水晶戒指灵光一闪，转瞬一个金色防护罩凭空出现。消耗类装备，行家的力量屏障，可以利用魔力制造出的假想结界，如果没有绝对压倒性的力量，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打破。装备效果：5分钟内所有敌人不得靠近施展者，3分钟内技能将吸收敌人的所有攻击。黄铜石头人被金色护罩压制，无法再寸进丝毫，而江毅抓住机会对准了枪头。黄铜石头人一路走好，单管火枪被江毅改造成了散弹枪，只见大量的穿甲弹从枪口喷射而出，那黄铜石头人的能量晶核直接被散弹击成碎片。这一天，中部世界第一次响起了散弹枪的声音，而在远处的山坡上，过路的小鬼偷偷记录下了一切。他在找人组队的途中，忽然感受到大地震动，循声望去，竟看到有人单刷了黄铜石头人。这段攻略视频绝对能在中部世界卖个好价钱。而江毅也再次回到新手村休整，大街上熙熙攘攘，而他却像个疯子一样哈哈大笑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普通石头人没打过，我却直接单刷了黄铜石头人。多亏了自己的宝贝火枪，承受住非法改装的弹药没有炸膛。江毅横着小区越喝的前往铁匠铺修理火枪，狩猎黄铜石头人解锁的成就太多了，他一时眼花缭乱看不过来。尤其是这个独行玩家大师的成就，只有单独击败比自己高40级的 BOSS 才能达成，自己是第3名，前面竟还有2个妖孽提前达成。看来也有人像他一样砸钱制作出了类似炸弹的东西吧。江毅下手一挥，他看了下自己的角色状态，其中自由属性点82直接让他呆愣在原地。导师麦克雷交代的任务奖励真的是丰富，虽然每次都是地狱级难度，但只要完成，成长的速度也真是惊人。江毅思索后决定，敏捷加66，智力加16，有智商有走位越阶挑战 BOSS 一点也不累。这时系统忽然弹窗，您可以为自己亲手打造的物品命名，请问您是否命名？男人每天肾虚12个小时，醒来后都要吃大量的补品恢复精力，只因他全天都在玩网络游戏，靠着在游戏中的智商与走位，江毅成功狩猎了黄铜石头人。可当他再次游戏上线，却看到不知名的混蛋不仅上传了他单刷的视频，还让其在游戏世界火出天际。本想猥琐发育的江毅很是无语，而他表弟最先认出了江毅的背影。在交谈中，江毅想把单刷 BOSS 掉落的盾牌低价卖给表弟，表弟看着盾牌的属性直呼牛批，但他手里其实还有更好的。江毅顿时感到不可置信，这盾牌至少能卖180金币，你说你的比这个更好？而表弟再次表示了肯定，他希望下次能与江毅组团狩猎后便结束了发言。江毅刚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又琢磨起卖掉盾牌换取金币。之前狩猎 BOSS 购买的物资需要钱，现在去店里维修火枪、更新破旧的时装也需要钱。江毅又给表弟发去消息，请求他的帮助。很快他便穿着一身新装备走出了新手村，多亏从表弟那拿到了讨价还价的技能，自己才能低价从老板那里更新装备。随即江毅便前往麦克雷那里汇报任务。麦克雷看着神采奕奕的江毅，看来狩猎黄铜石头人的任务完成的相当不错。他对着江毅轻声说了句辛苦了。两人握手的同时，任务提示：命中特性强化训练任务完成，获得30银币，获得技能鹰眼。麦克雷笑着询问江毅，从远处是看不到的。我交给你这个任务，就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件事。我们的职责是精准狙击，这就要求我们在战场上应对各种突发情况。随后，麦克雷再次发布任务：命中特性强化训练狙击手与猎人，20天内获得走鹃鸟的尾羽奖励技能标记。请问您是否接受任务？江毅看着新发布的任务，顿时眉头紧皱。老师，这走鹃鸟不会跟金雕差不多吧？但麦克雷却捏着下巴扑哧一笑。虽然它们同为鸟类，但用走鹃鸟和金雕相比，金雕该伤心了。通过麦克雷和任务的描述，江毅忽然松了口气，终于能做个没有生命危险的任务。忽然，任务再次提示：艾丽莎贝斯女士的遗志，命中444米之外的目标线，挑战依次可开3枪，奖励黑贝斯，成就下一代的3大枪手。麦克雷解释道，他们3大枪手交谈起选择什么样的人才继承时，艾丽莎总会说，那个人必须在444米外命中射击目标，才有资格继承自己的衣钵。江毅懵了，狙击枪才能命中的距离，火枪怎么可能做到？他询问麦克雷，难道挑战现在就要开始？但麦克雷连忙摇头，表示想挑战时再说，并且他告诉江毅，如果你成了艾丽莎的继承人，可以把那个带走。在江毅吃惊的目光中，火枪黑贝斯正静静地挂在墙壁上。这本是只平平无奇的鹃鸟，却能感知到100米外隐藏杀意。只见他将脚趾深深蹬入地面，随即拿出100米时速离开了原地。正在瞄准的江毅看到了鹃鸟离去的残影，他的大脑直接陷入了宕机的状态。鹃鸟所过之处留下了2排深沟般的大脚印，顿时江毅感到一阵头大。看来这次训练任务也不那么容易完成。3天时间一晃而过，江毅自此连跟鹃鸟的毛都碰到。今晚是个月圆之夜，视野极佳。江毅趴在草丛里，再次将火枪对准了鹃鸟。不出意外，鹃鸟在他开枪前再次发现，鸟在前面逃，人在后面追。江毅的体力值耗尽，只吃了一肚子的灰。他在地上疯狂打滚，下次抓住这只臭鸟一定要烤着吃了。但远处鹃鸟的脚步声忽然将他吸引，
看着涓鸟由近到远的运动路线，江毅发现他一直按照着固定的路线奔跑，举起火枪沉着之新技能发动，砰的一声枪响，被预判走位的涓鸟应声倒地。江毅捡起尾羽，同时任务提示达成，成就看不清的脸，200米外没人能看清您的脸，请您安心射击吧。您是第3位达成成就的玩家。江毅不难想到，前2人应该也是下任3大火枪手的继承者，他不敢单个一只涓鸟只掉一根羽毛。很快轮番狙击下，他又完成了新任务。在沙漠奔跑的涓鸟会因为习性拐弯进森林，江毅只要判断涓鸟的走位就能一击毙命。狙击手不同于猎人，这需要等待时机而非盲目狩猎。可就在他化身伏地魔时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江毅的身后。来人张牙舞爪，异常愤怒，开口就要求江毅归还戒指。江毅回头一看，这不是旭日东升公会吗？他之前和这些家伙有过冲突，没想到又送上门来当经验包了。江毅举起火枪等待收割，但来人早有准备，他们使用了禁止回归卷轴，是要把江毅身上的装备洗劫一空。凭空出现的结界覆盖方圆百里，看着旭日东升公会的人剑拔弩张，江毅举枪对敌的同时联系了表弟，发送完位置后他也只得尽力拖延。随后江毅放下火枪，本想谈一下条件放松对方的警惕，再顺势举枪解决敌方的老大，但防御系的坦克小弟直接挡住了攻击，还大骂江毅是个不讲武德的混蛋。江毅依旧举着火枪，战场上兵不厌诈，没有先解决一人有点可惜。随后一大帮人乌泱泱的向江毅快速靠近，他们知道江毅是火枪手，装弹需要时间，可没想到江毅却扔出了一件黄色包裹。黄色包裹落向了敌人上空，吸引注意。转瞬炸裂声响起，森林深处火光四现。看到同伴倒下的尸体，旭日东升公会的人忽然警惕起来，难道附近有埋伏的魔法师？趁着爆炸的功夫，江毅本想装弹后再举枪偷袭，可想到一名剑客竟挥出了强烈的斩击，顿时一道凝成实质的剑锋直接杀向了江毅。两方人马正在展开殊死搏斗，路过的骑士却打算在这时问路。他看了下被围攻的火枪手，本想谈两句，对面的剑士竟直接将爆裂斩击挥出。面对飞来的火焰凤凰，白色骑士只是轻轻抬起手掌，那滔天的火焰转瞬在半空中消散无形。随即骑士脱下头盔，露出了飘逸的秀发。他非常大声地质问剑士：“你们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？”看着忽然出现的漂亮姐姐，打破了僵局。江毅不明所以，愣在了原地。可敌人并不会给他们喘息的时机，坦克小弟直接手持盾牌冲在前面，但骑士姐姐见此也直接挡在了江毅身前。随后在坦克小弟诧异的目光中，剑刃以超远的距离将他刺中。那美女骑士轻抚长剑，询问他疼吗？只见坦克小弟的 HP 瞬间见底，他的身躯转瞬随风消散无形，顿时原本喧闹的众人安静的可怕。剑士看出那女人用脚点地转了一圈，就瞬间拉近与坦克小子的距离，并将其秒杀，手法当真诡异。而美女骑士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。随后他又转头看向了江毅，并将一瓶高阶回复药水塞到了他的嘴里。在江毅不可思议的目光中，他身体的伤势转瞬恢复如初。而此时剑拔弩张的局势消退不少，美女骑士当即开口，希望大家能化干戈为玉帛，不要以多欺少。但剑士愤懑不平，岂能让到嘴的鸭子飞走？就这女人算是高手，只要所有人一起上，今晚他也护不住江毅。剑士当机立断，招呼小弟们一拥而上。看着不长眼的几人，美女骑士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只见她双脚猛地蹬地，转瞬整个人如同一发炮弹般消失在了原地。而沿途的所有人顷刻间都被刺中，失去了生机。江毅举枪看向前方，这位姐姐不仅速度奇快，剑术也一流，今天真的是走大运了。再看美女骑士，她已经将剑刃对准场上唯一的活人，一阵刀光剑影掠过，美女骑士以全胜姿态完虐了所有人，随后又摆出了慵懒的姿态，宣布战斗结束。江毅见此直接大步上前，本想将没喝完的药水归还，却被骑士拒绝。他有些羞红了脸，说道：“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有冲上来保护他的人。”两人轮番道谢后，美女骑士便握住缰绳，打算骑马离开。江毅本想询问起骑士的名字，可远处表弟的声音忽然打破了僵局。援助的表弟本以为是女人欺负了江毅，他不顾江毅的呼喊，当即使出技能龟甲阵突击，而美女骑士也不甘示弱，再次闪身上前予以回击。两人剑尖相对，不分胜负。而美女骑士率先询问表弟：“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吗？”表弟看向来人，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。他随即转头疑惑地看向江毅：“哥，你怎么会和她在一起？这女人在中部世界排名第6，女性玩家排名第1，她可是中部世界的剑术师申奈拉呀。拿过金牌的击剑运动员，也可能是网游少女，靠着超乎常人的剑术和反应速度，她很快登顶国服第6和女性玩家第1的宝座。剑术师申奈拉不仅游戏打得好，现实还是个国民级的运动健将。此时的他正在游戏里握住江毅的手，询问长剑布莱赛德的遗迹。面对美女的请求，江毅也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告诉申奈拉，自己在做火枪手任务时曾听过这个名字，但他也不知道遗迹具体在哪里。但申奈拉却非常感谢江毅。在得知他曾经做任务的地点后，申奈拉当即表示要用卷轴瞬移过去。但在临行前，申奈拉满含深意地看向江毅，他通过私信希望江毅能加个好友，并且保密。随后，江毅和表弟朝着远处溜去。表弟调侃江毅是不是没恋爱过，怎么魂都丢了？但江毅却痛斥表弟怎么跟自己说话了。同时，他又一脸娇羞地回想起申奈拉要自己回到都城联系他，而表弟却告诉他申奈拉当然在都城了，
因为他可是神圣骑士团的成员。在江毅吃惊的目光中，表弟解释申大佬是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获得骑士爵位的玩家，他的名气可不是白来的。随后表弟又询问起江毅被围殴的经过。江毅想了想，他们也许是看到了自己的攻略视频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这里。随后江毅告诉表弟，这次自己不想再躲躲藏藏了，他的眼中充满杀意。今日之事他定要报仇雪恨。回到都城，江毅思索着报复行动。旭日东升公会兵强马壮，人数众多，自己形单影只，根本无法对其造成致命打击。思来想去，江毅很快来到了麦克雷的住所，并将娟鸟的尾语交出。同时任务提示已完成特性强化训练2狙击手与猎人，获得5个银币，习得技能标记。江毅握紧双拳，他大概能猜到这个技能的用法。这时麦克雷开口，当前的训练还远远不够。他掏出一张悬赏令，告诉江毅，狙杀怪物很简单，但如果狙击对象是人，还会容易吗？在江毅不可思议的目光中，任务提示命中特性强化训练3综合测试，30天内击毙狂野天使魔道团的首领，奖励技能打冷枪和神圣骑士团亲密度上升20%，佩比尔王国攻击值加50%，请问您是否接受？江毅对于麦克雷的任务感到惊讶，因为任务的奖励都是技能。他接过悬赏令，看着首领睿智的长相。麦克雷解释，没人见过天使的长相，这张也只是根据传闻和口述画出来的。这时江毅提出疑问，自己就算狙杀了天使魔道团也不会消失，这次狙击任务的意义在哪里？麦克雷看向江毅，沉默片刻，他把手放在悬赏令上。首领死后，魔道团可能会被继承，亦或是瓦解，这就像我手中的硬币，硬币分两面，只有抛出才知道结果，而什么都不做就都不会发生。江毅听到麦克雷的道理笑了，他回头看了眼 NPC 老师，便朝着魔道团的方向进发。在网游世界当土匪能有多潇洒？首先你得有个占据险要地势的大本营，其次出门打家劫舍一定要有180个前呼后拥的小弟，最后每次狩猎归来必须得有美女和烈酒尽情享受。可土匪们的潇洒日子还没过几天，江毅就盯上了他们的项上人头。他已经在此暗中潜伏数日，不仅摸清了土匪们的移动路径、行动模式，还了解了周边的环境以及寨子里暗藏着困杀敌人的魔法阵。此时的江毅制定好狙杀计划，蹲守在树丛里，趁着首领出门的瞬间，江毅举枪瞄准，一枪将目标狙杀。看着倒下的尸体，看门小弟震惊不已，顿时叫喊声四起，首领的分身被杀了。同样震惊的还有准备撤离的江毅。突然，黄毛小鬼控制住了混乱的人群，他命令所有人使用搜索技能，开启魔法阵封锁阵地。来人正是盗贼团真正的首领天使。在天使的指挥下，江毅很快被一众小弟合围追击，而江毅也当机立断，他在装备栏里翻找出炸药包，并扔到了身后。转瞬炸裂声响起，炸药包在山林间产生了剧烈的冲击，而首领天使在远处躲过了爆炸。他看向逃离的江毅，顿时青筋暴起，让我带到定要好好整死你。此时的江毅也耗尽体力跑进城市的巷子里，而他在刚刚已经使用技能将天使标记，如今计划泡汤，江毅只能从长计议。可还没出巷口，他就迎来了天使的追击。天使到达城镇后，命令小弟把这里烧光，霎时间城市中便燃起了熊熊烈火。无辜市民跪地请求天使的怜悯，但天使杀伐果断，命令小弟一个不留。一时间，死亡的气息在城市上空笼罩。天使胜券在握，他已经使用魔法阵将所有出路封死，江毅绝对逃不出自己的掌心。不出所料，很快城镇的巷子中传来了骚乱，可不等天使做出反应，燃烧的城镇四处又发生了剧烈爆炸。本想围堵的小弟，一时间也不知道江毅在哪里。天使见此，告诉小弟们，爆炸只是障眼法，那家伙大概已经离开了。随即他们兵分两路追击，但江毅直接预判了天使的预判，他静静躲在箱子里等待天使的离去。而原本繁华的城市因为土匪们的追击而毁灭。江毅看着无辜的人们立下了誓言，他一定会将天使的所作所为如数奉还。另一方面，天使已经带人毁灭了沿途的3个村庄，可他依旧没有发现江毅的踪迹。天使预感不妙，随即吩咐手下带上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立马转移大本营。可他刚回到寨子，就遇到了埋伏已久的江毅，猝不及防的一枪直接贯穿了天使的头颅。而躲在草丛里的江毅再次完成了狙杀任务。紧接着任务提示：成功解锁成就马贼杀手狂暴天使，您的等级已提升。夕阳下，江毅伸着懒腰，是时候找麦克雷汇报任务完成情况了。男人明明是百发百中的狙神，却连100米内站着干活的哥布林都挡不住，只因他使用了技能新手的打冷枪，虽然增加了子弹的射程，但也减慢了他的射速。一声枪响过后，就算是低级哥布林也能躲过子弹的偷袭。想起新任务是成功命中444米外的事物，江毅再次陷入了沉思。可不等他反应，就被工会的仇人发现。江毅在这里，大家一块弄死他。面对紧急情况，江毅直接撕碎了空间卷轴，转瞬产生的能量波动带他遁入了虚空。随即江毅狼狈逃回了新手村，并扶着大树休息。他不明白仇家怎么知道自己的位置。
难道是敌方成员对他使用了标记？不出所料，工会仇人们很快就追寻到了江一的脚步。江一见此，直接跑到掌管传送门的 NPC 这里。阿尔斯托带我去都城，金币我现在就付。面对工会仇人的追击，江一终于有惊无险地逃到了传送门这里。一道白光闪过，他再次躲过了工会的追击。但江一知道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就算他没有被工会弄死，自己也会因为不断掏钱转送心疼死。随即江一赶忙联系到了表弟，将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一说明。表弟也得震惊，他告诉江一不要离开都城。虽然被标记技能追踪，但只要神圣骑士团在都城，其他工会的人也不敢捣乱。至于如何解除标记技能，表弟告诉江一得去找一位神秘的流浪商人，但能不能找到纯看缘分。对于当前的情况，江一整理好了思绪，他告诉表弟，既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，那就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。表弟懵了，哥你在逗我吗？先不说仇家的工会人数有蟑螂那么多，就算是干掉他们的老大也会有人记得。对于这样庞大的犯罪组织，你的胜算基本为零。但江一却依旧平静地告诉表弟，不试一试怎么能知道结果？看着表哥呆瓜般的笑容，表弟告诉江一，哥要不你也组建一个工会吧，以个人名义杀死工会成员会被认定为罪犯，但在工会层面宣战治安队根本就不会管。同时表弟也说明其危害，一旦工会开战便永无安宁，这条道路注定满是荆棘。听着表弟的劝告，江一笑了，你是因为看我一直坐在轮椅上所以忘了吧？我曾经可是奋斗一线的特种兵王啊！江一随即告诉表弟，别担心，自己会用结果证明一切的。此时旭日东升工会的大本营人头攒动，工会收到了西洋西夏工会的宣战，除了知道西洋西夏的会长叫江一，其余情报不详。而此时的江一正走入一家新开业的餐厅，这里表面一家烤肉店，实际是新设立的情报工会的大本营。江一刚入餐厅就被一道俏丽的身影叫住，你果然来了。江一见来人随即行礼，猪猪老板娘祝贺你顺利开店。两人一阵寒暄后，江一开门见山地告诉猪猪，需要他这个情报工会会长的帮助。18岁小伙陪同老板娘进入了闺房，他只是略微挪进了身子，四周隐藏的杀机顿时让他不寒而栗。只因这里是情报工会的大本营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土匪杀手，你想要的任何情报这里全都有。而此时的江一为了摧毁敌对工会，也想在此获取有关的情报。听着江一的问题，老板娘猪猪抿了一口咖啡，她告诉江一抽象的问题自己无法回答。随即江一再次开口更换了问题的角度。二人经过短暂的私密交谈后，江一摧毁敌对工会的方法在此敲定。他随即摸着小脑瓜，一脸感谢地看向猪猪，美女姐姐还真是善解人意，不仅给了我情报，还能帮着出谋划策。猪猪听此顿时笑得合不拢嘴。他告诉江一，今天是店内的开业仪式，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和别的宾客打个招呼吧，毕竟今天来了不少王宫里的客人了。而此时的旭日东升工会的支部内，支部长大胖子刚收到江一下的战书，他手下的小弟大胡子与江一积怨已久，随即支部长全权任命大胡子担任旭日工会支部的特别指挥。大胡子受此殊荣，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并且支部长还告诉大胡子，已经为其安排了精锐力量从旁协助，等所有人到齐立刻出发讨伐江一。可忽然一声传令打断了二人的交谈，外面的小弟来报，支部的精锐遭到了袭击。大胖子听此顿时变了脸色，自己的小弟不仅负的留有等级也不低，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搞偷袭？难道是他？他随即大手一挥，告诉下面的人全副武装，立刻前去迎敌。可此时的支部外，所有人都躲进了掩体，偶尔有不太聪明的小弟想要跑进建筑里，可一声枪响过后，小弟的脑袋被子弹贯穿，便倒地不起。大胡子见此，躲在木桶后冷汗直流。如果是法师施法，一定能听到声音；如果是火枪手，射击距离也不会这么远。到底是谁在远处发动袭击？而此时的火枪手江一正苟在草丛里，使用火枪进行远距离狙击。他使用技能打冷枪，大大增加了火枪的射程，又使用技能鹰眼将敌人标记。忽然一道开门声吸引了江一的注意，只见支部长大胖子手持盾牌冲出了大门，子弹的冲击顿时被盾牌的防御无视，而大胖子躲在盾牌后毫发未伤。众人见此随即拍起了马匹，而大胡子一马当先直接冲进了建筑里。他很确定江一就在附近，并告诉工会成员们快点逃进建筑里。紧接着大胡子在窗边观察着外面的动向，只见外面忽地升起了袅袅的炊烟，他大骂江一太不像话了，火枪手竟然开外挂。而江一躲在草丛里感叹着，敌对工会的人反应还挺迅速的，他现在已经除掉了10人左右，剩下的人先在乌龟壳里好好躲着吧。多亏了猪猪的情报详细标记了支部的位置以及适合的狙击地点，江一看向地图，在水坝上画了个叉，再毁掉支部上游的水坝，他会让一切东西的痕迹都被抹除。特种兵王退役在虚拟世界打游戏，他不仅用50米射程的火枪进行超远射击，还能打出100%的爆头命中率，仅靠一人一枪，他就能打得整个工会毫无还手之力。看到敌对工会的成员都龟缩在建筑里，江一果断放弃蹲守，他主动出击，打算袭击其余的工会支部。根据地图的指示，他行走在山间，从白天到夜晚，江一对敌对工会的各大支部都发动了袭击，总计3名支部长、2名副部长被射杀，而分部的监控器也成功拍到了江一的真人。旭日东升工会会长震怒，随即召开了大会，研究商讨对策。他最先问责的就是支部长大胖子，大胖子的支部最先遇袭却没有上报，这也导致其他支部损失惨重，上个月的收入也因为江一的袭击减少了一半。大胖子支部长，你该当何罪？随即会长对于大胖子下达了最后的命令，1周内他必须看到江一的退游截图，
大胖子又惊又怒，混蛋江毅先拿他开刀，自己也率先背锅。他看向会长那张不怒自威的那张脸，当即保证一定会做到。而会长也转身发出坏笑，他需要搜集一些情报，该去见一见那些家伙。而此时的江毅正坐在草地擦拭着枪管，一连好几天他都没抓到工会成员的踪影。虽然自己这几天杀了不少人，但偌大的工会竟然没有人追击自己。这时一个东张西望的小兵吸引了他的注意，秉持着苍蝇再小也是块肉，江毅直接扣动扳机送走了落单的小弟。可就在这时，草丛里突然冲出了埋伏的人群，只见前面的人追击后面的人放箭偷袭，但江毅却波澜不惊，他拿着火枪就往高处跑去。只听身后不断传来工会成员的叫喊声：江毅，你逃不掉的，无论多少次我们都会封锁空间再抓住你。跟随江毅的脚步，一群人很快进入到了茂密的丛林，随着领头的剑客撕碎了一张空间卷轴，附近的区域转瞬被结界笼罩。大胡子随即向总部传递情报，请求集结大树林附近的所有精锐。随着一道白光闪过，总部精锐被传送到了大树林附近。一支500来人讨伐江毅的队伍集结完毕，大胡子见此直接下令，以25人为一组组建攻击队，对结界内的丛林以合围之势步步推进。顿时所有人振臂高呼，是要把江毅生吞活剥在一雪前耻。看着大部队锐不可当的气势，大胡子顿时露出了阴险的笑容。江毅，你这次绝对逃不掉。而在丛林高处，一双眼睛正静静注视着下面的一举一动。江毅看着下面躁动的人群，略微估算旭日东升工会大概出动了500多人。江毅笑了，只有500多人吗？看着下面慷慨激昂的大胡子，江毅玩心大起，谁是猎人谁是猎物还不一定呢。他将手中的一件物品撕碎，做好了战斗准备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男人靠着智慧独占500名工会精锐，他先是占据有利地势观察敌方动向，又算准工会成员会进入密林会分头行动。男人不断在树梢上更换位置打冷枪，一时间工会成员趴在地上找不到枪声的方向。看着成员们接连倒下，带头剑客高举长剑朝着森林深处咆哮，可回应他的只有掉下来的炸药包。转瞬剧烈的爆炸声在森林深处回荡，众人这才反应过来江毅躲在了树上。而此时的江毅正坏笑着点燃一个个炸药包，顿时爆炸声夹杂着惨叫声此起彼伏的回响。而江毅靠着预先准备好的绳索，继续前往其他区域不断收割。在森林内的视野极差，法师们本想吟唱照亮魔法寻找江毅的踪迹，可任何细碎的声音都逃不过江毅的耳朵。又是一声枪响，只见吟唱一半的法师倒在地上失去了生机。而此时的江毅在高处举着火枪，现在的发展趋势和他料想的一样，下面看不清上面的状况，只有不断摸黑打冷枪他就能赢。但突然金色图标在他身后亮起，江毅的老脸一黑，随即系统提示您的等级已提升。看到了江毅的金色传说，工会成员们顿时握紧了手中的利刃，转瞬叫喊声四起，那个混蛋在上面，快抓住他！一名工会成员这时也发现了向上的绳梯，他扯住绳子的下端，本想爬上去追击，但忽然滴答的声音响起，而男人在诧的目光中被炸弹炸成了灰烬。江毅在树上挡着绳子，一脸坏笑，无视自己的绳子不要乱扯，因为他的另一端没可能连着炸弹。江毅布置的炸弹陷阱不断被触发，顿时幽暗的森林亮如白昼。总指挥大胡子见此在很是不安，他在森林外很想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可不等他多想，一道熟悉的身影走出了密林。江毅疑惑地询问，你不是找我报仇吗？怎么没进去？大胡子像见了鬼一样看向来人，500人的围剿他是怎么活着走出来的？随即江毅笑着端起了火枪，需要我展示一下一个人围剿500人吗？大胡子很快调整好状态，他抬手示意身后的小弟准备战斗。但在这时，一名法师带着骑士加入到了战局，同时还大骂工会成员无耻，就知道以多欺少。江毅一看是老熟人，便询问他们怎么在这里。骑士当即开口，一会在酗酒，先把旭日东升工会的这帮家伙干掉。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讨伐工会的阵营。工会平日里靠着兵强马壮，人多势众，不断欺压着普通玩家。靠着江毅制造的机遇，普通玩家们带到了机会，能够共同讨伐工会。此时的大胡子看着局面失控，冒出了冷汗。江毅见此，又将枪口对准了大胡子。他笑着询问大胡子：“你现在想继续开战还是停战？”在大胡子惊恐的目光中，江毅提醒道：“如果工会宣战打到一半停手，惩罚可是双倍的哦。”男人在树上点燃炸药包，摸黑炸死了几百名敌对工会的精锐。走出树林后，又持枪喝退了行动的总指挥。总指挥大胡子顿时嚎啕大哭，手下500名工会精锐被江毅打得屁滚尿流，多次战败的他心态崩溃，当即从原地消失，退出了游戏。附近的玩家看到江毅单刷了整个工会，随即大喊道：“烟云魔法师万岁！”他们把江毅举过头顶，欢呼胜利。江毅努力地从簇拥的人群中逃离，又有妹子害羞地对其投怀送抱：“大佬，我要加你的好友。”转瞬无数条系统提示出现在了江毅的眼前，江毅在此被人群淹没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，刚才帮忙的骑士成功把江毅拉出，面对狂热的人群，骑士直接拽住江毅和队友使用传送卷轴，随着一道蓝光闪过，三人直接消失在了原地，只剩下迷茫的众人四处追寻着大佬的踪迹。而在林间小屋内忽然闪过了一道光束，随即江毅跟着骑士来到了这里。江毅见此连忙道谢骑士的驰援，并询问为什么大家都叫自己烟云魔法师。骑士解释道，每次江毅对战旭日工会时，玩家们都能看到远处升起的白烟。江毅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紧接着又追问骑士和法师的关系，以及这里是哪里。二人也是含糊地解释着关系，并告诉江毅这是他俩的秘密基地。随即法师伸手询问能否看看江毅的武器。看着身后的二人，
江毅没有怀疑，果断取出了背后的火枪。借着间隙，他短暂思索着接下来的打算。可就在这时，法师撕碎卷轴，而骑士抬手大喊武器损毁。在骑士是大力神的一击下，火枪被拦腰折断。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江毅呆滞在了原地，而骑士二人也顺势摆出了攻击架势。江毅冷冷地询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但二人对此却没有丝毫的理会，只是自顾自地说着：“抓住你母亲大人会多给20%的酬劳。”刀架在脖子上的江毅冷静思考着，这两人在他26级时组队打过怪，难道是那个母亲大人在暗中设计的？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忽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木屋的大门，来人正是旭日东升工会的会长。工会会长一脸坏笑地看向江毅，他在开战前就委托了情报工会的杀手执行了这项任务。随即会长又放出了一条重磅消息：江毅加入旭日东升工会吧，只要你做旭日东升工会的狗，以你的才能，一年至少能赚1万的金币。江毅沉思了一回，忽然大笑：原来我对你们的威胁大到提出这种提议。换句话说，工会是不是快完蛋了？江毅忽地从手里拿出了点燃的炸药包，转瞬林中小屋被炸得4分5裂，江毅也被爆炸波及飞向了远处。但很快他调整好状态，捡起损坏了的火枪向远处逃离。但活着走出来的并非只有江毅，眼镜男当即施展咒语并伸手指向江毅，紧接着系统提示陷入异常状态钝化，1分钟内所有动作速度下降50%。这时工会会长也谨慎举起了拳头：江毅，你拒绝了我的施舍，去死吧！他本是只软萌可爱的小熊，却能在生气时变成毁天灭地的凶兽。面对大熊的疯狂嘶吼，就算是它的主人也不知如何是好。谁料大熊看到了好久不见的江毅，泪水竟不断的在眼眶里打转。放在中部世界数一数二的凶兽，舔舐起江毅的小脸，逗得他哈哈大笑。随即江毅坏笑着告诉大熊，要他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干掉。伴随着咆哮技能发动，场上的所有人都收到了系统提示，将在3分钟之内无法移动，总 HP 下降15%，体力值降下至少35%以下。一队工会的会长跪倒在江毅的脚下，这怎么可能？那怪物是你召唤的？但江毅并未回答，他使用技能灵魂伴侣召唤出的小熊，持续时间30分钟，当前等级112级。江毅看向最先坑害他的法师和骑士，没有浪费一点时间，他大手一指，告诉小家伙先干掉法师和骑士。那法师见状还想求饶拖延时间，可熊熊烈焰般的嘶吼已经袭至身前，在两人绝望的呐喊声中，江毅的身后只剩下爆炸和烈焰。看到骑士的盾牌烧得渣都不剩，跪倒在地的会长惊恐地看向江毅，在会长挨了108个巴掌后，江毅才缓缓开口：你雇佣了哪个工会前来绑架我？看到会长还想狡辩，江毅坏笑着要为会长继续连环巴掌。会长见此连忙挡住俏脸，并告诉江毅他雇佣的工会叫忍者族，忍者族会把特定的玩家当成管理对象，通过跟踪和调查来获得情报并出售。得到想要的情报后，江毅又和会长谈到了解散工会的事项。他前脚单刷了工会的几百名精锐，紧接着又把会长打得跪在了地上。旭日东升工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随即江毅一枪托扇在了会长的大脸上，还有我的火枪坏了你得赔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会长本想先安稳住江毅的情绪，之后再打击报复，可没想到江毅的解散协议直接惊掉了他的下巴。旭日东升工会不仅要解散，还要散尽家产还给被他们欺压过的玩家以及甲方。看到两人还有异议，江毅反手拿着枪托就是一阵噼里啪啦。你们是想被我打得半死签上协议，还是说想一边喝治疗药水一边挨打？毒打持续到深夜，终究是旭日工会的会长背下了所有。江毅满意的看着合同生效，而他与旭日工会的战斗终于画上了句号。中部世界传来了特别紧急播报，旭日东升工会与西洋西夏工会之间的战斗结束了，西洋西夏会长江毅一人单挑了整个工会并取得胜利，恭喜西洋西夏工会获得胜利。而此时的旭日东升工会会长愤怒的叫嚣，他一定要让江毅付出代价。可江毅对此不仅没有理会，他还成功策反了会长身边的眼镜男。眼镜男奸笑着大骂会长傻叉，随即便一溜烟退出了游戏。事情终了，江毅将小熊捧起，随即高兴地扔到了空中。江毅放声大笑，自己终于赢了。在游戏世界成明星是种什么体验？每天游戏上线未读消息都必须99加，想组 CP 的妹子直接从法国排到了巴黎。可对于人群的追捧，男人没有一点兴趣。在他看来，单枪匹马暴杀敌对工会的几百名精锐，何足挂齿。之前国服第一的狼王不也轻松的虐杀了100人？此时的江毅再次登陆上线，他看向系统提示有些出神，恭喜您达成成就，在工会中获胜，奖励14个自由属性点。恭喜您达成成就战神转世，您在一次战斗中干掉了500多名敌人，奖励16了自由属性点。江毅见此直接把属性点加到了智力和敏捷上，属性提升让他感觉今天的小脸格外俊俏。随即他推开了老师麦克雷的大门，想向其汇报任务的完成情况，但刚进走廊，江毅就感到了异常的气息。他持枪缓步靠近麦克雷所在的房间，就听到了房间内传来了关于他的阵阵交谈。不等江毅继续偷听，西部牛仔直接打开了大门，两人四目相对，江毅感到了来人有明显的压迫感，顿时屋子里传来了惊声大叫。江毅一个闪身刷的退居到了墙角，同时嘴里嘟囔着吓死我了。
麦克雷侧身看向江毅，随口夸奖道：“把自己的气息隐藏得这么好，你又进步了。”而西部牛仔也目不转睛地盯着江毅，看着他手里只剩下半截的火枪。西部牛仔顿时哈哈大笑：“老师，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有趣。”随即，西部牛仔压低帽檐，对着麦克雷说了声再见，便转身离去。江毅站在原地微笑着目送对方离去，便和麦克雷交流起了近况。自己单挑完工会就来到了老师这里，随即他摊开手掌询问麦克雷：“刚才的那个人是谁？”麦克雷顿时微笑着说出来人的身份，他真是现在的3大火枪手之一沉睡的基德。江毅听此直接告别了所长，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基德离开的方向。没想到基德似乎预料般靠在树下等待着江毅，江毅顿时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他直接自报家门并与基德攀谈。基德也开门见山地告诉江毅：“你现在应该还没继承3大火枪手之一的位置，等级也应该在100级左右吧。”见江毅露出了尴尬的微笑，基德摇了摇头，并顺势补刀道：“太低了，而且还非常低，你这样还差得远呢。”他伸出手指指向江毅：“你根本不配合我并成为3大火枪手。”江毅听此顿时握紧了拳头：“你招呼都不打就直接贬低我，这样会让我心情很不好的。”可他话还没说完，基德转身就要离开，独留江毅在风中凌乱。看着基德远去的背影，江毅忽然想到了什么事，让我跟上他吗？在江毅诧异的目光中，基德一个飞踢蹬在了树上，他随即向江毅解释道：“这棵树被踹一脚就会掉下13片树叶，这是我之前的测试。”江毅听完顿时满脑子的问号，他顿时心态爆炸，对着基德嘶吼：“不是你这个人不知道回应别人吗？从刚开始就在自顾自地说着。”但江毅很快就理解了基德的话：“你是说测试？”基德顿时扶正了帽檐：“没错，我就是宿舍枪手基德，上一任的3大枪手之一麦克雷的继任者。”男人能在3秒内打中2米内掉落的所有树叶，也曾在睡梦里连开数枪击杀闹事的人群。他就是中部世界的3大枪手之一，宿舍枪手沉睡的基德。可这样一位传说中的人物，却一脸傲娇地请求少年的帮助。但江毅却在质疑眼前大佬的真实性。既然是宿舍枪手，那你的火枪在哪里？众所周知，火枪是无法放进背包里的。基德解释道：“像你那样拿在手里多累啊！他制造的宿舍火枪能放在背包里。”江毅顿时挠了挠头，同时询问基德在此等待自己的来意。他需要命中的力量，因为贯穿十分强大。随即便压低帽檐准备开溜。江毅无法理解基德云里雾里的话，他顿时翻起白眼指向基德的背影：“你不会是个死傲娇吧？一直在自说自话。”他大笑着询问：“需要命中的力量，应该是要寻求我的帮助吧？”大洋彼岸的基德并不理解傲娇是什么意思，而江毅也大概了解了基德的意思。他刚才给了自己那么多的提示，想必是想让自己快点继承命中的称号吧。看到江毅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基德笑了，还真是个有趣的家伙。他抬手告别江毅，便转身退出了游戏。随即他又返回了老师麦克雷的住所。基德的测试真的只在3天内完成了吗？江毅捂着嘴巴思索着。就算在测试里使用技能，可光装填火药的时间也得25秒，怎么可能在3秒内打中2米内掉落的所有树叶？麦克雷倒完咖啡后告诉江毅，不要每件事都线性思考，他不是为了得到那种答案而出题的。离开小屋的江毅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，他不断思索着基德和麦克雷的话，一阵头脑风暴后也没有得出任何的答案。江毅握紧双拳，顿时火冒三丈，就不能把话说清楚讲明白吗？服了。他看向自己断了半截的火枪，有些出神，随即便来到了铁匠铺拜访了铁匠师傅。铁匠疑惑地接过了半截的火枪，紧接着询问江毅枪都断了为什么不买新的，但江毅却拿出粉笔在火枪上面比划着。他告诉铁匠想做一些新的尝试，铁匠顿时两眼放光，这么做还可以发射子弹吗？江毅信心满满地答道铁定可以。很快一把新的短管火枪完成了锻造，江毅小心翼翼地把新武器捧在了手心里。他随即又向铁匠提出要求，能不能在枪管里弄出凹槽？铁匠眯着眼睛盯向黑洞洞的枪口，理论上可以，但我肯定做不到。转瞬他把火枪归还给江毅，你的要求也许矮人能够做到。矮人，中部世界优秀的铁匠种族，他们连魔兵器都能制造出来。江毅随即告别了铁匠铺，寻觅起矮人的踪迹。根据情报，他们生活在大陆最西边的南北向山脉。江毅整理好装备，刚要离开都城，而他看到四下无人，便要试试新火枪的威力。根据测试，新火枪只有25米的射程。江毅笑着笑着就哭了，想到自己从前超远狙击，这距离也太近了。他打算再购置一支远程狙击的新火枪，让自己同时具备近战远战的能力。但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：“江毅先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国服前时的天才少女和熟人打招呼，他率先拔出了自己的大宝剑展示一番，随即便想看看熟人的新武器，可只是多看了一眼，申娜拉的气势竟陡然上升。他握紧长剑，满含杀意的看向江毅：“这把火枪是沉睡的基德送给你的。”江毅见此，连忙摆手回答：“是自己做的。”不过的确有一叫基德的人给了他一些提示。看着满脸真诚的江毅，申娜拉顿时收敛了气息，他侧身故作轻松的叹息道：“看来那家伙又逃走了。”江毅随即有些疑惑的询问二人的关系。申娜拉解释道：“他曾在决斗中被基德打败过。”心高气傲的天才少女落败于火枪手，江毅顿时感到有些不可置信。基德那家伙是连申娜拉这种排名的大佬都能打败的高手吗？申娜拉询问江毅是否知道沉睡的基德的由来。基德是爱睡觉吗？在中部世界也能睡着？听到江毅的回答，申娜拉无奈的摆了摆手。曾经有一个工会盯上了基德的装备，他们出动了30人，在酒馆里找到了昏睡的基德，而胜负只在一瞬间就分出了。那30个人直接死在了原地，但基德仍躺在桌子上呼呼大睡，活动的只有他垂在桌子底下的双臂。过了一会，他才懒洋洋的打了哈欠站起。他当时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？”申娜拉轻闭双眸，传言说基德就算在梦里，他的枪也能瞄准敌人，无一幸免。
听到对基德的评价，江毅打起了12分的精神。你是说他在睡梦里杀了30个人？基德的排名不靠前怎么能这么强？而申娜拉也继续开口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游戏隐藏了一切信息，只公开了等级排名呢？江毅恍然大悟，对哦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些排名靠前的人都是丢给别人的猎物，而猎手就是那些除了我们之外的强者、局外者。他们拥有着与等级无关的压倒性实力。江毅瞬间明白了他们强在哪里，是属性点的加持，只要能达成稀有的成就，那成长速度会比升级快得多。这游戏公开了大佬们的排名，就会公开竞争，资源消耗的速度也会跟着加快。看来大佬们就算横扫了装备，也不能将其马上变现的原因也在这里，因为一旦他们被人干掉，就不能继续往上爬了。江毅惊叹于这游戏用这种方式进行公开竞争，能巧妙平衡游戏世界金币和现实世界现金的行情。随即申娜拉再次开口，江毅先生也是局外人，肯定会有很多工会邀请你加入，当然他也很想江毅加入神圣骑士团。而二人寒暄了2句后又告别离去。另一方面，在一处会谈场所内，2个顶级工会正剑拔弩张的对峙。工会会长红发男正被冰锥对准了头颅，而另一位会长也被对方的随从忍者挟持。二人在对中部世界进出地下城的所有权进行竞争。红发妹子对于会谈很不满意，她要求最后通过竞拍一决胜负，但红发男忽地放声大笑，你们工会能坚持到竞拍的时候吗？红发妹子的眼神瞬间冷冽起来，什么意思？你打算发动工会战争吗？男人被选举为工会会长，却骗了所有人。他不仅发动工会战争，鼓动成员充当炮灰，还逼迫自家元老签订霸王条款，一旦战争失败，元老将承担所有赔偿。看向狂热的人群，此时的表弟还并不知道危险的到来，而会长红发男上前与表弟攀谈。他希望火枪手江毅能加入己方阵营，并嘱托表弟一定要把江毅带来。表弟一番思索后直接退出了游戏。现在江毅不在线，他需要到外面联系。而此时的江毅正坐在电脑桌前。花红与新超的工会战争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，谁赢得了工会战争，谁就有资格管控地下城副本的进出。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响起，看来仍是表弟江毅拿起了手机。他率先询问表弟有关工会战争的消息，随即二人相约上线登录游戏。看着江毅的新装扮，表弟又免不了一阵吹嘘。二人一番寒暄后，表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他随即询问江毅在工会开战前有没有加入的打算。江毅抿着嘴唇沉思了良久，如果加入表弟所在的新超，他面对的敌人就是花红的老熟人，自己之前就与新超的姐妹花共同组队，还建立了非常深厚的革命友谊。一时间江毅不知如何是好。可就在这时，暗处偷听的间谍忽然出现在二人的眼前，看到招呼不打直接逃跑的黑衣人，江毅和表弟索性拿起武器共同追击。黑衣人斗篷上的图案正是花红工会的标志，表弟见此当即大怒，他大骂花红的黑衣人无耻。战争开始前竟然玩起了跟踪，跟随追击的江毅也有点懵逼，战争还没开始用做的这么周全吗？二人追击了一段距离后，终究是体力不支将黑衣人放走。表弟歇息一番后看向江毅，哥，这群家伙在跟踪我，这个样子你都不加入吗？但江毅依旧摆手拒绝，没有考虑好得失的战争他可不会随意加入。紧接着江毅拍了拍表弟的肩膀，对其语重心长的一番教育，一场空前大战虽然了不起，但你也要考虑会得到和失去什么。随即江毅又嘟囔着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正打算使用传送卷轴离开的表弟不理解的看向江毅，江毅顿时老脸通红，他摆了摆手告诉表弟没什么，去忙吧。目送表弟离开的背影，江毅暗下决心，不论接下来的战争发生什么，他都会好好守护住表弟。转瞬江毅来到了兽人的部落，试试新火枪的威力。分析员装备，只要2发子弹就能杀死100级的高级兽人。江毅掂了掂这把轻重量的火枪，自己明明瞄准的是头部和心脏，可命中的却是大腿和肩膀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沙沙声成功引起了他的警觉。江毅循声转身，并掏出了身上的短管火枪。草丛里的是谁出来？红发妹见此也不再隐藏，她笑着询问江毅手上的新武器是什么东西。这武器貌似弥补了江毅的近战弱点。江毅见来人顿时松了口气，草丛里的正是花红工会的正副会长，而会长红发妹率先开口，江毅加入花红工会吧。2大顶级工会撕毁协议要发动战争，竟都点名邀请1名火枪手的加入，但面对高价的酬劳，男人却没有丝毫的心动。一方面是曾经共同组队姐妹花的邀请，另一方面是自己的表弟的请求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江毅最终没有选择加入任何一方的阵营，而是打算在战争中默默守护在表弟的背后。就在此时，没有劝说成功的表弟前往了一处仓库，大门打开，会长红发男摆出了阴沉的面色，他随即使用闪光魔法照亮了整个仓库。表弟也对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，工会成员们都站在了红发男的身后，他们同样面色阴冷地看着自己。表弟虽然有些疑惑，但红发男率先开口让其坐下。看着不太对劲的情况，表弟也没多想，他拉开凳子询问会长发生了什么。工会成员听此顿时都变得凶神恶煞，而气氛也变得剑拔弩张。会长红发男淡淡开口，对不起了。在表弟不可思议的目光中，紫色的禁锢魔法限制住了他的行动。随即系统提示，您已进入异常状态封锁中，30分钟之内无法使用空间移动魔法。虽然发生变故，但表弟依旧相信着红发男。会长，你这玩笑开过头了吧？红发男一脸阴沉地施展完禁锢魔法，
紧接着打了个响指，打开了工会频道的屏幕。看到视频后，表弟也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只见屏幕上正是他与江毅和敌对工会间谍的合照，三人相谈甚欢，甚至相视一笑。表弟反应过来，这是跟踪他的敌对工会的间谍。忍者听着表弟的解释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伸手指向屏幕上的合照，如果是间谍，你们之间的气氛为什么这么和睦？表弟还想对众人辩解，这个间谍的位置当时并不在这里，这照片是合成的，可无法拿出切实的证据。众人并不相信表弟的话，反而都认为他已经和敌方工会私通。表弟虽然被禁锢魔法限制，但依旧据理力争。他看向众人，表示自己能解释一切。可红发男却忽然开口，转移了攻击的方向。他抱着肩膀夸奖表弟对工会的尽心尽力，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江毅，因为江毅的靠山正是敌对工会的主力。表弟辩解江毅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踩着自己把泄露工会的机密，但会长却义正言辞地蛊惑众人。现在开战在即，你却犯傻，让所有人都陷入危险之中。表弟紧咬牙关，他想要辩解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那可是他的江毅哥，绝对不会靠着出卖兄弟来获取利益。就在这时，副会长忍者又上传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江毅和敌对工会的姐妹花十分亲密，但表弟对此的确一无所知。红发男随即解释道，一个新人火枪手打怪升级，他不仅独自干掉了诸多野怪 BOSS， 甚至还打败了旭日东升工会的500名精锐。你觉得只有他自己真的能做到吗？众人一时间议论纷纷，一敌500，我当时还相信了，真是无语。垃圾职业火枪手的确没什么可能。这时战士哥摸着下巴打断了红发男的发言，虽然会长的推断很合理，但怎么也得给表弟一个解释的机会。看到了忍者点头示意，红发男也表示可以。随即二人站在了传送魔法阵的中央，表弟瞪大双眼看向会长，他保证一定会向江毅问个明白。伴随着光束的落下，二人消失在了原地，而会长却露出了一脸坏笑。去寻找有力的证据吧，找不到的话，你和江毅就得承担我们工会的所有损失。男人打虚拟游戏不仅负债2000万，还被迫签订了霸王条款，要为游戏工会打工一辈子。只因他在2大顶级工会的战争前夕被认定为敌对工会的间谍，而此时工会战争在即，在花红工会的大本营内，工会正副会长姐妹花直接推门而入，他们来到了圆桌旁，开始了战时会议。会长红发姐手持小棍率先开口，各位都是花红的核心主力，接下来要向大家迅速传达准确的战况。随着他啪的打了个响指，圆桌的正中央忽的出现了全息影像，只见新超工会的小队全副武装，他们不仅偷袭了花红工会的安全屋，还尽数歼灭了工会的后勤小分队。播放完影像，红发姐一脸严肃地说道，开战首日我们就吃了败仗，安全屋的位置本是工会机密，可透过影像能看出新超工会派出了精准的兵力，还准确杀到了我们的安全屋，而灰发管家也适时汇报战况。今日我方9处安全屋同时遭到偷袭，驻守安全屋的132名工会成员全部阵亡。在情报泄露的情况下，会长红发姐也使出了反制手段。观看全息影像的成员们随即露出吃惊的目光，没想到会长竟然招募了臭名昭著的炼金师。正面战场上，新超工会的一众骑士顿时变了脸色。随着炼金师打开了一瓶血色药剂，那血色液体顿时脱离试管凝结成实体，生化改造体血食人，专为杀戮而制造出的实验体。面对血食人的嘶吼，骑士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血红的巨手直接伸到骑士脸前，骑士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力，便被撕成了碎片。随着战斗影响的结束，红发姐轻闭双眼，以上便是今日份的工会战报。随即他又告诉坐在圆桌旁的众人，虽然视频里花红与新超各有胜负，但按战损人数计算，花红损失惨重。红发姐将压力给到元老们，要求在座的各位必须强化警戒和安保，随即便匆匆结束了会议。殊不知在正面战场上，一个伏地魔正趴在草丛里观察着一切。透过瞄准镜，火枪手江毅也对炼金师的到来感到吃惊。没想到花红的姐妹花不仅联合了其他工会发动战争，还挖来了局外人高手助阵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沙沙声忽然吸引了江毅的注意，他抬头望去，不远处的草丛里还有2个老六偷偷观察着战况。看服装和花红工会的人一样，只不过服装颜色是便于隐藏的迷彩色。江毅躲在草丛里咽了咽口水，这2人的斗篷没有任何工会的标志，见他们偷偷摸摸的样子，貌似也跟踪了很久。江毅随即对2人使用了标记技能，他能在接下来的80小时内在地图上找到被标记玩家的行踪。为了能解释清楚误会，江毅是要追查到底。